没错，木南哥，我今天来呢，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那病秧子祖母终于死了。你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他不死，我怎么能嫁进来啊？省得我天启哥哥在大臣们面前演戏了。不可能，天启他不可能！天启他骗我！天启！如果不是因为你是无功之女，我怎么会在你身上委曲求全，浪费10年时间？我想得到的只是穆家的财产和权势。如今那个死老太婆死了，你也就没用了。天启，不惜一切助你继承治家之礼，你竟然要亲手杀了我，灭我国公府满门！来世将你血债血偿！这是，我不是死了吗？我的嗓子，难道我重生了？我看你往哪儿跑！怎么了？这是？我居然重生回到了5年前被人下药糟蹋的时候。有人啊！别跑！楚洛白，楚天启的死对头。楚洛白，你今天不能去平南道剿匪。这将军不是不近女色吗？将军，机密泄露，这个女人不能留啊！她没有任何问题。我记得前世，他在今日去平南道剿匪，却不想中了楚天启的计谋，3万大军因此而亡。平南道匪寇早已设下埋伏，楚将军最好下令换条路线。探听军机，想死吗？敢对国公府嫡女拔剑，你想死吗？楚将军，3万将士都在等您的决定，行军在即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将军，国公府嫡女是楚天启的未婚妻，她的话不能信啊！立派斥候去判，暂缓行军，不得有误。是。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只是一场交易罢了。这个消息是我送给楚将军的见面礼。待将军凯旋，还请去国公府助我一臂之力。见面礼，南哥，你果真不记得我？若是南哥要有个3长2短，我绝不轻饶你！老不死的东西，等会儿有你哭的。老太君，都是我的错，可是我已经跟南哥姐姐说了，深夜有采花大盗出现，可是他不听呢，他非要出去散步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是啊，祖母，这件事情确实怪不到思雨身上。如今南哥被采花大盗带走，怕是已经死了。你就这么巴不得我死？南哥，老太君听说你被人糟蹋的事，急火攻心，吐血晕厥了。大夫说他以后只能躺在床上度日。
楚真喜，这一世我让你血债血偿。南哥，祖母，你没事吧？祖母，还好您还没出事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让您受任何的伤害。祖母，让你担心了。昨晚是定远将军找我，让我去画边防图，我应该提前派人跟你说一声。哎呦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木南哥，你胡说什么？楚洛白在边塞驻军10年，对那边的地形比谁都清楚，怎么可能会找你画边防图？是啊，姐姐，你就算被采花大盗夺了身子，也不需要这么说。污蔑当朝国公府嫡女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天启哥哥，你看他。思雨也只是担心你，你怎么能动手打他？他明知道我祖母心脏不好，还胡编乱造。我祖母身体但凡出了什么问题，他担待得起吗？天启哥哥，你看姐姐她又误会我了。明明就是姐姐不守贞洁，也不归宿，我忍不住了才说了2句。说到不守妇道，我倒是要问问妹妹，当着我的面勾引我的未婚夫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够了，南哥，你自己失了身子，还不让思雨说了。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你放心，无论你发生什么，我都愿意娶。娶我？对，我们亲事照旧，我不介意你发生了什么，只要你能平安回来就好。等我当上了户部侍郎，就没人说你的闲话。本将军竟不知，有人把吃软饭说得这么冠冕堂皇。木南哥，你还说没有背着启哥哥在外面勾搭野男人？柳姑娘这泼脏水的本事可真强。魏峰，把人带上来！哎呦，你饶了我吧，我也是受人指使。就是这个女人，她给我钱让我见我国公小姐的。你不说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还有这男的，他俩是应我的，他们说吃着手影。狗急跳墙。天启哥哥是为了南哥好，此人开口胡乱攀邀，若是真坏了南哥的名声，国公府的脸面还要不要？妹妹还真是伶牙俐齿，说的我都感动了。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当时楚将军前来为南哥作证，那岂不是你们昨天晚上就在一起过夜呀？如果你口中的过夜是画边防图的话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楚老板，木南哥他目不识丁，你却为了包庇他，说协助你完成了边防图，还说你和他没有一腿。圣旨到！皇帝诏曰：国公有女南哥，携定远将军完善边防图有功，特赐黄金100两，钦此。臣女谢圣上赏赐。楚天启，你口口声声说为我好，就是怀疑我被玷污。我只是不守妇道，夜不归宿。魏思雨，如今圣旨在这儿，你污蔑当朝国公之女，该当何罪？南哥，我只是太着急了，我才口不择言乱说的。就看在我们都是好朋友。算什么东西？区区9品官的庶出之女，我不过是看你可怜，待在我身边。没想到你竟然敢示出。南哥，你以前从不拿绅士说话的。这个贱人，等天启夺了你国公的权柄，定要你跪在我面前。以前是我不懂事，现在才明白什么叫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你柳思雨根本就不配做我的朋友。木南哥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思雨她可是……还有你，楚天启，我也该好好想想我们的亲事。你用我幕府3年资源，连一个户部侍郎都没做上，如此窝囊废，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夫婿。南哥，我们都订婚3年了，亲事的事情怎么可以在……楚天启，我还要和穆姑娘聊边防图的事情，你要是再纠缠，便是阻挠圣令。南哥，我改日再来跟你赔罪。
姐姐，我也改日再来。天启哥哥，天启哥哥，天启哥哥，你别生气了。我明明跟那个男人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会反咬我们一口呀。如今我已经得罪了国公府，后面要钱的地方还需要刘家帮忙。好了，不怪你，只是木南哥现在不想跟我成亲，我想升户部侍郎困难加重，我想我得尽快回去想办法了。天启哥哥，我会尽力帮你的。木南哥，你给我等着，今天的耻辱，我迟早要让你还回来。南哥，你当真要和楚天启退婚？那个楚天启早就跟柳思雨勾搭到一起了，他求娶我，不过是为了我们国公府的权势和人脉。难怪他那么护着他。南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解除婚约，不过在那之前，我要让他们为我和祖母前世所受的痛苦付出代价。祖母，我先跟楚将军聊聊。好，你们聊。楚将军可比那楚天启好多了。楚将军来我国公府，看来平南道匪寇已经解决。平南道当真有匪寇，灭我3万精锐。匪寇还不足为虑，但平南道这2日雨水多发，他们将石头全部松动，一旦我们进入平南道的峡谷，怕是有死无生。我替3万将士谢过木姑娘。楚将军，你身为楚家的嫡孙，当年却被楚天启旁支构陷流放，父亲更是死在流放途中，你就不想报仇吗？楚天启能成为楚家掌门人，3年时间连跨5级，从9品户部检校成为正5品的户部郎中，难道不是木姑娘撑腰？可他却背叛了我，还妄图夺我国公权柄，害我性命。我们合作吧。木姑娘倒是通透，说吧，需要我做什么？他此次求娶不成功，必定会回家搬救兵。那个杨氏可不是好招惹的，这次楚氏家宴一定会设局请我过去，到时我需要楚将军。这样吧，我答应你。那就合作愉快。将军，现在你对付旁支那些人，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我们只需要等证据齐全，何必跟木南哥合作？没听他说吗？他想解除婚约。啊！派2个人盯着楚天启，有消息立刻向我汇报。是。他和小时候不一样了。好一个木南哥，他还敢悔婚，简直反了天了！娘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如何稳住他。要是没有木家帮忙，这户部侍郎的位置我根本没机会。就不能动动脑子吗？他若是残了，同样低你一等，到时候不还是反过来求着嫁给你？娘，你是想……杨夫人，南哥不必客套，咱们之间呀，不必行太多虚礼。我知道呀，你还在生着天启的气，一直在拖着你们的亲事。我呢，以茶代酒，敬你一杯，咱们呀就一笑泯恩仇。婆婆言重了。楚家不需要国公之女，只需要国公府的权势。我前世竟然没发现，我身边这个早就被收买了。杨氏，你的手段还真是一点都没变。夫人客气了，不过这今日您才是主角，这要是让外人看到，该说我们不懂礼数的。哎呀，南哥，
我就知道你还不肯原谅天启。我呢，亲自敬你茶，咱把这茶喝了，要不然我还以为你们在生气呢。怎么？难道你还要我跪下来求你？他该来了。定远将军到！定远将军到！10年未回我楚家府邸，还真是物是人非呀。杨夫人，别来无恙。楚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天启，我好歹也是你叔父，别这么没大没小。楚老板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做我叔父？天启，你放肆！陆白乃是楚氏嫡系一脉，论辈分是你叔父，论官职更远在你之上，你怎敢如此放肆？族长，你怎么来了？还不是陆白说杨氏这些年对振兴楚家有功，要给你们一个名分。当年我父亲被诬陷私吞粮草，延误军情，我楚家被灭门，但还是保留了一些值钱的东西。杨夫人，这是我楚家的传家玉佩，它代表着楚家嫡系名分。如今我父亲已故，我与我母亲离开京城多年，这名分与我无用，便赠与杨夫人。大家同为一族，希望我们一起重振楚氏，还望杨夫人赏脸。我娘凭什么给你面子？这杯茶我们不喝。闭嘴！此话当真？此物当真能代表楚氏嫡系的名分？你不信洛白，还不信我不成？哎呦，族长，您的话我自然是相信的。既然如此，杨夫人，我先干为敬。怎么，杨夫人是瞧不起我吗？既然如此，杨夫人，我先干为敬。怎么，杨夫人是瞧不起我吗？我喝。那个，我先把传家宝给放起来。杨夫人，这么急做什么？瞎说什么呢？我娘只是想把信物先放起来，你快让开！胡闹！宗族内这么多人，她身为当家主母，怎么能怠慢？让丫鬟拿下去就好。我不是才拿到嫡系的信物，就开始摆架子不成？不敢，族长，你说的是，我让。娘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，娘？老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快扶老夫人下去休息。不好意思了，大家，感谢各位亲朋的捧场。杨夫人她今天兴奋过度，昏厥了，怕是不能招待各位了。有劳族长。原来这就是那哑药的解药，没想到杨氏还给自己留了后路。现在没了。杨氏，楚天启，这是我还给你们的第一份大礼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滚！你们滚开！我才不要做柳枝的同房丫头。是他。小姐，求你救救我！柳枝想逼我做她的同房，让我给她生孩子。穆姑娘，这柳枝可是你的闺中好友柳思雨的亲弟，更是楚少的心腹。难道你就为了这么一个贱人，得罪楚少吗？小姐，这种人都是攀龙附凤不成才反咬一口的，不值得您关注。楚少在等您。小姐，小姐！住手！这个人我要了。穆小姐，求你救救我！柳枝她强娶我做她的同房丫鬟。小姐，柳枝可是楚少的心腹，您为了这么一个贱人，我做事情还需要你多嘴？你是楚少的人，还是我的人？小姐，是奴婢多嘴。穆小姐，这可是我们府上的奴婢。怎么，我身为楚家未来少夫人，在你这儿要个人都不行？还是说
非要我拿出国公府的名号才行。穆小姐，人我可以给你，但您在柳少爷那儿可怎么交代呢？让他来将军府要人，我倒要看看柳家有多大的权柄，敢强抢民女。还愣着干嘛？去把他和他弟弟的卖身契一起拿来，2个人我都要带走。老奴这就去取。哼，得意什么？看你嫁进府后不受搓磨。奴婢卑贱，不敢劳烦小姐。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，不许再这样说自己。去把东西收拾一下，随我去幕府。多谢小姐。前世见你受苦不敢搭救，害你自杀身亡，这一世倒是偿了心愿。柳家，你们的罪该怎么数？怎么如此不小心？怎么如此不小心？楚将军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别动，以后可要小心点，刘疤就不好看了。知道了。你以后可要小心一点，刘疤可就不好看了。这打劫的方式为何这么熟悉？你身边那个小雪的底细，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府上了。啊，小姐，你怎么能将这么卑贱的人带进府呢？他们就应该在楚府自生自灭才对啊！小雪，你在我身边几年了？小姐怎么这么问？3年了。3年。当初我在街上救下被人欺凌的你，那时候的你，跟廖莹一样，单纯善良。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也对弱者变得冷漠了？你3句不离楚府，既然如此，我便送你回楚府，伺候你真正的主子，如何？小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小雪可是要一辈子……那个杨氏只是耍了些手段，你就当真觉得是我杀了你父母不成？这些是仵作的检验结果，和楚府的证人证言，你的父母是被人下药后活活打死的。下药和行刑的都在大牢里，你若是不信，可以自己亲自去看看。杨平，你竟敢骗我！这是你的卖身契，自谋生路去吧。小姐，你当我亲如姐妹，我却把你错当仇人。小姐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小姐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在你身边。楚天启为官四处奔跑，杨氏中毒在床，无人照顾，想来也是挺可怜。小姐，此曲一别，还请你照顾好你自己。杨氏，这是我还你的第2份大恩。夫人，您这是想喝水吗？我被小姐发现了，被她赶了出来。如今这不是来投靠你吗？
夫人嗓子不好，还是少说点吧。夫人，这天气凉，你还是尽早换个干净衣服。夫人，我也是才知道，当年我父母被害，被扔在雪地里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如今，你也尝尝这寒风彻骨的滋味。天启不会放过你的。少爷最近和穆姑娘商量升官的事，没时间管你，您就好好在这儿颐养天年吧。你可要努力的好好活下去，毕竟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我还以为启哥哥有了楚家嫡系的身份，就忘了我呢。瞎说什么呢？还不是因为楚洛白害了我母亲失了声，这才没来得及找你。你就别生气了，小心气坏了肚子里的孩子。对了，你的生辰是不是快到了？你说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答应你，就当是给你赔罪，如何？京城最大的玉琼楼，会不会吃穷你啊？好好好，都依你。不过我现在就想吃过你。送去国公府，务必让木南哥来参加我的生辰宴。是。木南哥，你上次让我丢了那么大的脸，这次我要你全都还回来。穆姑娘这一次又打算怎么合作？柳思雨有个弟弟叫柳志，虽然是个不起眼的混混，但楚天启所有的脏事都经过他的手，我相信他那里一定会有楚将军想要的东西。若不是穆姑娘有幸，我怕不是都要以为穆姑娘在借刀杀人。柳思雨的生辰宴上，我恭候楚将军。怎么这么多人？昨日我跟娘亲和弟弟讲了，是要把你介绍给我这些亲戚们认识。谁让你邀请你亲朋来的？今天也是木南哥的生辰，若是让他知道我在给你办生辰宴，他怎么可能还帮我高升？你这是在害我！我只是想把你介绍给我家人们认识嘛。你脑子里就只有升官发财，你是不是从来就没有想过给我名分？不是说好了吗？等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，我就娶你进府中。现在正是我高升的关键时期，你能不能先给我打声招呼呀？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那你就不要生气了呗。好。来，这喝。这些大人都是你请来的啊？是啊，我想给你个惊喜嘛。这些人都是谁呀？我一个都不认识。谁说不是呢？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天启，天启，你怎么来这么迟啊？请帖上不是写了时辰的吗？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帖子？南哥，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？你看，户部尚书钱老，还有礼部尚书孔老，都是思雨请来给你撑场面的，你说是吧？思雨啊，是。思雨是谁？不要胡乱攀扯。就是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我们可都是冲着穆小姐的生辰宴过来的。两位大人不要生气，思雨呢是我们家的下人，今天的所有请柬都是她帮忙发出去的，所以天启肯定是误会了。是，柳思雨就是木南哥的下人。我才不是呢！
一个下人，竟敢妄借主人的名义招摇撞骗，还不给大人们跪下道歉！小姐，人马上到了。别让一个下人扰了大家的兴致。今天我还有另外一件大事要宣布。诸位，今天我请大家来，是希望大家帮我做一个见证。我和天启相识多年，我打算正式把国公府的所有家业都交给楚郎中打理。天启，这些家业就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楚公子，南哥对你可真是信任有加，情根深重，你可不要辜负南哥啊。南哥，你当真愿意把家业交给我打理？当然了，这些呀，还得感谢思雨，毕竟这些天都是他在忙前忙后。我很喜欢这个惊喜。你喜欢就好。好了，天启，你快去签字吧。以后啊，国公府的家业就交给你了。好。哎，姐，你和姐夫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哎呦，今天请来这么多人，这女婿对思雨可真够上心的。娘，你快看，我姐夫就在这儿呢，他可是个大官，我们平日里都接触不到呢。娘亲，弟弟今天不方便，你们先回去啊。娘，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不是说好了今天介绍家里人和姐夫认识吗？楚郎中，你就是我那女婿吧？我见过你的画像。你又是谁？思雨，你就看着这胡妹子离你未婚夫那么近呢？南哥，你不要相信他，他认错人了。怎么可能认错人？他每个月哄思雨开心，买西域的珍宝，托他的福，我儿子明天就要进户部了呢。哎，你这贱皮子，离我女婿远一点。南哥，请你相信我，这一切都是柳思雨在自导自演的。穆小姐还打算将国公府交给他打理，结果呀，她居然在外面养情妇。楚天启，你今天叫他们来，就是故意给我难堪的吗？我们定亲3年，我处处帮衬楚府，祝你官运亨通，你倒好，在外面养着刘府，枉我今天还要给你转赠家产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？南哥，他就是来理解我们感情，这一切跟我没关系。女婿，你干嘛不认账啊？今天这个宴会不就是给我女儿办的吗？给我闭嘴！娘，起来！楚天启，你干什么呀？等我拿到国公府的权柄，我再不疼你。你竟然敢打我！你最好想清楚，你要打的是国公府嫡女，楚天启做梦都想娶的未婚妻。她竟然是国公嫡女！哎呦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刚才都是我胡说的，我是老糊涂了。我们这就滚，我们这就滚！南哥，你看，这是楚天启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太让我失望。各位，今日如你们所见，是楚天启负我，非我负他。从今日起，我木南哥和楚天启恩断义绝。不要啊，南哥，我求你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这一次真的与我无关。你纵有天大的理由，也不该在我生辰宴当日，与你转赠家产的当天，和柳思雨一起给我难堪。这侮辱于我而言，犹如千刀万剐，万箭穿心之痛。南哥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负你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柳思雨，你快跪下来解释！若是婚约被解除，我们将永无翻身之地。南哥，今日是我的问题，是我平日里太羡慕你了，这才在亲友面前说天启是我的未婚夫婿。你看在我们平日手帕之交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吧，行不行？南哥，求你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。哼！穆姑娘，楚氏和穆氏交好已久，不如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我以楚氏的名义保证，若他再犯，无需穆氏出手，我楚氏绝轻饶不了他。我毕竟心仪天启许久，但他实在太让我失望了，我信不过他。族长，穆姑娘所言极是，定要签份契约才可以。我签，我什么都签。好，既然楚将军发话了，拿纸笔来，你就写
若是再辜负木南哥，就自愿辞官，变卖家产，流落街头，否则就万劫不复。南哥，也不用这么狠吧？这穆姑娘对楚郎中还真是情深意重啊，这明明是气话嘛。谁说不是呢？穆小姐果真是心软，要是我，绝对不会再给她机会。心软吗？堵死他的后路，才方便送他下地狱。天启要是不愿意签，就算了，那我就祝你和思雨白头到老。啊，我签，我现在就签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一式两份。若是你违约，就休怪我木南哥无情。你们柳家不可能帮他成为户部侍郎，所以他永远不可能是你的姐夫。柳枝，你可一定要上套，不然怎么能拖着你姐一起下地狱呢？天启，吃软饭就要有吃软饭的自觉。贱人，贱人，贱人！他木南哥简直欺人太甚！姐夫不就是想要一个户部侍郎的位置吗？我就不信这天下还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情。到时等姐夫当上了侍郎，那木南哥还不是乖乖的连滚带爬的跑过来嫁给你？这上下打点需要的可不是小钱，你从哪儿弄那么多钱？我父亲虽然官小，但他在盐运司任职，随便弄点官盐出来倒卖，或者以次充好，上百万两不成问题。确实不错，不过要等的时间太长，我这次和木南哥闹得有点太僵了，短期内还是要跟他想办法缓和关系。我有一个办法。穆姑娘说帮我拿到楚天启定罪的证据，可我除了看了一场戏外，没有任何收获。还请楚将军耐心一点，楚天启和柳志一定会狼狈为奸，你只需要监视好他们就行。前世只为了钱，他们就敢倒卖官盐，狼狈为奸。如今楚天启被我如此羞辱，他怎么会敢心等我？柳枝做的果然没错，有了这个，我还怕谁？到时候整个青州的盐水都由我来支配。天启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天启，老子今天开心，让你好好享受享受。不要！小姐，这次生辰宴真的是大快人心，柳思雨的名声在圈内败坏了，楚天启在官场上也被人瞧不起，就是委屈小姐您了，还要嫁给那个渣男。不用急，这只是个开胃菜，等我……他们是冲我来的，我给你创造机会，咱们分开走。你去找楚将军来救我。小姐，我的命本就是您的，奴婢等您来救我。小莹，楚老板，救命啊！楚老板，出什么事了？楚老板，楚天启他为了让柳枝帮他，怕是把我让出去了。现在小莹为了救我，被他们的人抓走了。子枫，你去调集人手，我和穆姑娘先过去。是。快！怎么是你？呸！就你还惦记我家小姐，你也不撒泡尿瞧瞧你长什么样！臭娘们儿，敢坏我好事儿！你有本事就杀了我，反正我烂命一条。我家小姐已经回到国公府，你也得下来陪我。找死！你要做什么？死哑巴！我能帮助姐夫从侍郎成为尚书，就把你赏给我了。早就想尝尝国公府嫡女的滋味了。放开！别碰我！
看来不能善良了。好啊，楚若白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我们闯进来，今天正好把你们一锅端了。快来人啊！快来弄死这些贱人！带廖银仙，这里交给我。不要！南哥，别怕，我们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2次。木南哥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快放掉我弟弟！柳志，猥亵良家妇女，绑架滥用私刑，官言私用，着圣上口谕，特来缉拿，尔等还要掺和，是想被诛九族吗？他怎么知道柳志贩卖私盐的事情？柳志，你强抢民女，收受贿赂，草菅人命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我没有，你们在瞎说什么？姐，他们在冤枉我，你快救我呀！天启，你快救救阿志啊！几位衙役兄弟，可知没有证据抓人是要担责，柳志他是不会做这些事情的。楚郎中言之凿凿，是想为柳志做担保。难道柳志所作所为你也参与？楚若白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何时有说过要给柳志做担保了？天启，你楚天启，我们可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的。他做的事情我也知道了一些，我还是跟你们去一趟。若是他不听话，我还可以劝说几句。这个软骨头不行，我得看着他。实在不行，只能大义灭亲了。好，带走。姐，阿姐，穆小姐，我错了，你让他们放过我吧。你想要多少钱，我都给你。你们想做什么？这里可是狱牢。柳志，我今天就要替之前被你虐待过的姐妹讨个公道。臭娘！我是个奴婢，还敢拒绝我？今日就让你看看得罪小爷的代价！不要！救命啊！不要！穆小姐，我错了，求你放过我吧！饶了你也可以，只要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替楚天启顶罪？他到底给了你们刘府什么好处？你想知道吗？许我出去，我就告诉你。小莹，他交给你了，记得留一口气，让他挺到行刑，别让我们楚将军难做。不要！是，不要！穆大哥，我告诉你，我给过你机会。哭！你就知道哭！要不是你爹那个废物，我怎么会沦落到这一步？还被降了职，我就不应该帮他。要不是我弟替你顶罪，你还能站在这里跟我说话吗？闭上你的嘴！勾结外方，倒卖私盐，那是诛九族的大罪。你们柳家都得吃牢饭。柳志做的事情，证据确凿，已经无法挽回。楚洛白这个王八蛋，害我被革了职，想要一直保住柳家，除非我能买到珍宝阁的顶级和田玉，来讨得圣上的欢心。我天启，我可以天启。我爹最近在盐运司赚了不少钱，我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替你买了那块玉的。你放心，等我拿到古玉升为侍郎，定保你柳家，娶你过门。下一个事件是什么？小姐，小雪送来消息说，楚天启和柳思雨打算参与珍宝阁的竞拍。珍宝阁？是了，前朝真迹。
快去请楚将军。楚洛白拍到的那个白玉，竟然是先祖皇帝的尸玉，他还妄想借此翻身，结果彻底惹怒了皇上。多亏我当时带你去拍卖场，你不让我拍下那块玉，我当时不应该打你，我错了。很快啊，我就要当上户部尚书了，你开不开心呢？嗯？你倒是笑啊！你难道不替我开心吗？等我当上了户部尚书，楚洛白那个废物这辈子都要被我踩在脚下了。你是说让我放弃楚天启倾全力要拍的古玉？没错，那块古玉乃是前朝皇帝的陪葬尸玉，谁拍下它，谁死。楚将军，我已经调查过了，5000万两是楚天启和柳家能拿出的全部家当。只要楚将军可以逼他出到这个价格，我可以送给楚将军一份泼天的富贵。我倒是不知道珍宝阁还有什么能讨好当今圣上。珍宝阁有一幅流拍多年的画，楚将军愿不愿意赌上一把？好啊。那可是5000万两，你不怕我骗你啊？你会骗我吗？接下来要竞拍的是极品羊脂白玉，1000万两，1500万，2000万两，5000万两。不愧是楚郎中啊，竟然将价格直接提了3000万。楚洛白，这羊脂白玉我势在必得，你若识相，最好退出竞拍。5500万两。你喊得太高了，楚天启和柳家一共可调用的也就5000万两，他不会再喊了。相信我，5500万两一次。旁支就是旁支，鸠占鹊巢也变不了凤凰。你们差的是那点血脉吗？是你们骨子里的卑贱。天启，他就是故意激你的，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钱，争不过他的。5500万两2次。为什么我们不能住这样的房子？大家只喊楚洛白少爷，难道我们旁支就注定低人一等吗？天启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能成为嫡系。真是财大气粗啊！承让。5500万两3，不，6000万两。楚洛白，你小瞧我了。6000万两一次。天启，那多出来1000万两怎么办？大不了让你爹再挪用体验税，等我讨到了圣上的欢心，我定娶你入门。6000万两2次。恭喜楚郎中拍下羊脂白玉。楚洛白，别以为你在京城可以一手遮天。接下来要拍卖的是前朝画家留下的山河图。呀，堂堂楚将军连6000多万两都拿不出来，还不如我柳家呢。思雨妹妹可得仔细点儿，毕竟这是你和楚天启的全部身家性命。楚洛白，你难道只会躲在女人身后吗？还是说你要拿这10万两的破画跟我争圣上的欢心呢？等你真讨得圣上的欢心，再嚣张也不迟。楚将军，我们别理他们。听说啊，最近羽商房来了一批珍宝，我们可以去看看，说不定能淘到好东西。走。穆姑娘在羽商房又准备了什么？自然是给我那闺中好友准备的寿衣。穆小姐，您真是好眼光啊！您看这布料，仅此一匹，您再看看这款式，绝对货真价实啊！您穿上它，绝对能让您在宴会上大放风采。掌柜的，这匹料子和款式我要了。柳思雨，你可知，若是你敢用这样使，会死。不过就是一件衣服而已，凭什么你能穿，我就穿不了了？我怕你到时啊，9条命都不够赔。真是笑话，
天启马上就成为皇上最宠爱的臣子了，你区区一个国公府之女，你拿什么跟我争？天启，我们走。穆小姐，那么好的料子做寿衣，是不是太奢侈了？不会，毕竟寿衣裹住的是我那愚不可及的前世。思雨，从未见过你这样式的，未免耀眼。你今天必然是人群中最耀眼的了。就是，今天思雨可是艳压群芳，连木南哥都不及他的1/1000呢。你这样说话，让穆小姐听见了，人家该怎么想啊？也不知道他嘚瑟什么，名声都坏透了，竟然还敢来参加宫宴。就让他再得意一会儿吧，一会儿他就笑不出来了。皇后娘娘驾到！参见皇后娘娘。看来思雨真的要得到皇后娘娘的赏识了。穆姑娘，如果她得势，你岂不是危险了？柳思雨，死期到。把她的衣服给本宫扒下，把她的衣服给本宫扒下。皇后娘娘，臣女不知道犯了何错，你要如此惩罚臣女？大胆，竟敢跟皇后娘娘穿同样的衣服！皇后娘娘，臣女从未想过跟你穿同样的衣服，臣女无意冒犯凤爷，还请皇后娘娘饶命啊！本宫乃一国之母，若只是衣服样式相同，自然不会追究。而你，一介民女，竟敢用皇宫御用的云锦，该当何罪？臣女不知道这是云锦的，臣女愚钝，臣女见识浅薄，这一切都是木南哥，是木南哥外授给臣女的，是他的错。此女所言当真，国公府便是如此办事。皇后娘娘明鉴，是柳思雨自己强抢布料，还说即便是皇后娘娘的衣服，她也可以穿得。皇后娘娘，这是污蔑，就算给臣女1万个胆子，臣女也不敢呀。木南哥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他父亲不过一个7品官身，而你国公嫡女，他如何敢对你不敬？皇后娘娘有所不知，这柳思雨仗着我未婚夫婿作威作福，此事全城皆知。皇后娘娘可传楚天启和掌柜前来问话。臣女但有半句虚言，愿以命相抵。宣人。是。参见皇后娘娘。启禀皇后娘娘，那日柳小姐确实说过，凭什么皇后娘娘能用的布料，她却不能用？皇后娘娘，是他们2个想污蔑我。楚天启当时也在场，他可以替我证明清白。天启，我是不是从来没有对皇后娘娘说过大不敬的话？我已经把你从这件事里摘出去了，你自己想清楚后讽刺。娘娘，柳思雨当众强抢布料和衣服式样，更不应该当众冒犯凤颜。他全凭娘娘发落。天启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当时你也支持的呀。拖下去，杖责50。皇后娘娘，不是这样的。楚天启，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。柳思雨，你也尝尝被人诬陷的滋味。仪式到，诸臣献礼。虎郎中县极品羊脂白玉1枚。皇上，臣妾听闻楚郎中为了拍下这块玉，花了6000万两呢。好，楚郎中有心了，朕很喜欢。定远将军县前朝山水鱼图1幅。楚老白，您好大的胆子，竟拿着山野村夫的话当做贺礼。定远将军，楚郎中所说当真？禀陛下，此话另有玄机，还容我向陛下展示。区10万两的破话，还能变出花来不成？楚老白，今天我要把你狠狠的踩在脚下。
此画真好，真好！你看，那是真好，画的真好啊！你看，回皇上，确实是前朝的山水鱼图。皇上，前朝鱼图所在的位置只是传说，如果派兵前去，届时劳民伤财，恐惹民怨。楚将军他其心可诛啊！混账东西，老奴是你配质疑的吗？回皇上，确实是先皇遗作，天下山水鱼图，老奴绝不会错。好啊，不愧是定远将军，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臣有一事相求，我愿陛下不要佩戴这块羊脂白玉。楚洛白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打着皇上贺礼的主意！皇上，这羊脂白玉乃是臣的一片赤诚之心呢。你的赤诚之心就是送圣上一块前朝皇帝的尸玉吗？啊，楚洛白，什么？竟然是尸玉！我的天哪！先皇上陪葬的玉品。是啊，楚洛白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竟敢当着皇上的面诬陷于我！这确实是先皇的陪葬玉器，你又是从哪里弄来的？皇上，这是微臣拍卖所得，臣真不知道这是先祖皇帝的尸玉啊！妾身素闻楚郎中对玉石颇有研究，怎会生出如此纰漏？更何况传闻尸玉傍身，恐夺血气，败国运，怎能如此马虎？传朕的旨意，彻查先祖的陪葬品是何人所盗。楚天启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皇上息怒，楚郎中他定是被人蒙骗的。大喜的日子不宜见血呀，还请皇上。吴南哥，你也要为楚天启求情？回皇上，臣女非是要替他求情，臣女是要举报楚天启与盐运司柳志相互勾结，贪赃盐税一事。吴南哥，你说什么？皇上，他污蔑于我。皇上明鉴，楚天启拍下羊脂白玉所用的6000万两，皆是贪污的盐税。一派胡言！皇上，他就是因为与我感情不和，所以才会诬陷于我。皇上，这是证据，还请皇上明察。传朕的命令，即刻将柳志处斩，楚天启死罪并罚，秋后问斩。皇上，楚郎中挪用盐税，罪不可恕。可念在他是为了讨您欢心，才犯下如此大错的，不如让他去彻查盗墓一案吧。爱妃所言甚是，那就让他戴罪立功。但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活下去，杖责50。皇上，赵贵妃救我！皇上，臣女还有一事相求。说。臣女原本和楚天启原有婚约，但楚天启和柳思雨私相授受，现如今柳思雨已怀有身孕，请看在孩子无辜的份上，恳请皇上赐他们成婚。这倒真是委屈你了。传朕的旨意，柳思雨和楚天启3日后成婚。谢皇上。这个张贵妃前世不曾听闻，未曾想竟在此时救下楚天启，他们的关系一定不一般。圣上已经下旨赐你和柳思雨成婚，你可得好好感谢我。你个贱人，我竟然没早看出来你是如此的蛇蝎心肠。楚天启，你和柳思雨早早勾搭在一起，如今我承你心愿，你怎么反倒还怪我？原来你早就知道我们的事了。我知道这次宫宴的事情就是你在故意的陷害我。玉佩和布料都是你们自己抢的，
盐税是你自掘坟墓，如今的这一切都是你们自作自受。我跟你拼了！还是好好享受你的新婚之夜吧。那可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最后一幕。你怎么来了？今天你们大婚，我当然是来给你们送新婚礼物。拿走你的东西，我才不稀罕呢！要干什么？别害怕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是来帮你的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楚天启是因为爱你才跟你在一起的吧？如今你们柳家破败，你在他眼里已经没有任何价值。这把刀是用来给你防身的。柳思雨，楚天启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是来参加你们的婚礼吧？这可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葬礼啊！天启，你大喜的日子，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看，扫把星别碰我！天启，我们已经成婚了，现在我是你的夫人了呀！要不是你逼我拍下那块玉，我怎么可能变成这样？你怎么不去死？你死，天水的事情就不会被抖出来了。楚天启，是你要拍下那块玉，是你要用那笔盐税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要做的。木南哥说的没错，你遇到事儿你只会怪别人，就没有想过这一切都是你自己。闭嘴！给我闭嘴！孩子，天启，我们的孩子，天启，你快找人救救我们的孩子！天启，你快找人救救我们的孩子！不住就去死！反正子孙三代也不能入世，他现在出生有什么用？他现在出生也只能坐实我们婚前顾忌的罪。楚天启，你好狠的心呐！我早该想到，木南哥动用整个国公府的人来帮你，你也只不过是想着利用完再抛弃他。我呢？我在你心里又算什么？天启，天启，我们现在已经成婚了，还是皇上赐的婚呢。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你也配跟我过日子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还要娶对我有利的贵妃，你趁早给我下头！楚天启，你怎么能辜负我呢？害了我们的孩子，还害了我的家人。既然这样，好啊，那我们就一起下地狱。天启，天启，天启，死老太婆，你还会哭啊？我们沦落到今天都是你的错，你二嫁了还不老实，逼着天启图谋楚家，你还不让天启娶我，你还想谋财害命。其实最该死的人就是你！你杀了我儿子！你杀了我儿子！小姐，我们走吧。国公府，木南哥。
如今大仇已报，我们也能过自己的生活了。小姐小心！小莹，小莹，南哥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小莹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，小莹？能护小姐周全，奴婢死而无憾。如有来世，奴婢还想陪着小姐。小莹，随风，暗中保护穆小姐的人呢？刺客牵制了他们，但对方都是死士，是专门为这个妇人开路的。小莹，好大的手笔，这分明就是宫里栽赃的手段，肯定是张贵妃。这件事情我会去查，你万不可冲动。我相信皇后娘娘不会放过这个把柄，我需要一个入宫的理由。这件事情我来安排，但深宫险恶，你一个人我不放心。小姐，还请让奴婢随您进宫。娘娘，手下们回信，杨夫人已经死了，木南哥还活着。听闻皇后娘娘明日要召见木南哥。一群废物，要他们有什么用？娘娘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明日随我去皇后娘娘那边看个热闹，毕竟我已经2个月没来月星了。娘娘不是昨日才……贵妃一定是怀了，我这就去通知皇上，想必她一定高兴坏了。你和定远将军的婚事我允了，你日后可要多来走动走动。这就是楚洛白的法子。臣女谢皇后娘娘。把我挑的首饰拿来。谢娘娘赏赐，这太贵重了。就当是我送你的嫁妆，收下吧。这么大的喜事，皇后也不告诉妹妹一声。这么大的喜事，皇后也不告诉妹妹一声，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妹妹都有孕了，还是要好生歇着，日后就不用过来给我请安了。姐姐这么体恤我，我也不好太无礼。身子方便的时候，也是要多走动走动。况且，国公之女和定远将军的婚事，我也要添添彩吧。当年皇上给我的陪嫁里有一批西域珍珠，我觉得最是贴木姑娘的气质，今日便赠与木姑娘了。贵妃娘娘见血了，快去叫太医！皇上驾到！木南哥，娘娘特意来祝贺你，你怎好恩将仇报？小姐，这个盒子从始至终都在我手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木南哥故意弄洒了珠子，害得娘娘摔倒在地，圣上明鉴，我和贵妃娘娘无冤无仇，我为何会害娘娘？贵妃娘娘，这一胎没保住，是奴婢该死，奴婢没有抓紧盒子，才导致贵妃娘娘小产。你们在胡说什么？明明是你家主子故意弄洒了珍珠，你们这可是欺君之罪！贱婢，你这是在攀咬国公之女吗？皇上，我好不容易才怀上龙子，你要为臣妾做主啊！谋害皇嗣，论罪当斩，将木南哥拉下去杖毙。圣上，是奴婢的错，害了皇嗣，和我家小姐无关，奴婢愿以死谢罪。小雪，圣上，木南哥终究是国公之女，不日将要嫁与定远将军。况且才披露盐税一事，于国有功，再加上害死皇嗣的奴婢已经死了，你看要不……木南哥御驾无方，剥去国公爵位，罚俸3年。木南哥，还不快谢恩！谢圣上隆恩。
后，你明知道是张贵妃，深宫之中，事实真相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得宠。谢娘娘提点。要不是因为我贸然行事，小雪和小英就不会死。这不是你的错。张贵妃能上位，楚天启借我楚家名头帮了不少忙。当日宫宴上揭露她的恶行，实为怪耻，张贵妃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只有皇后娘娘才能和她抗衡。如今张贵妃受宠，就算是皇后，在她那儿也得不到什么好处。皇后一个人不行，那我就助她一臂之力。我能帮你做什么？张氏在岭南藏有私居，请楚将军帮我拿到证据。听闻娘娘爱吃岭南的秘菊，臣女特地命人快马送来，还请娘娘尝尝，可否新鲜？你有心了，能给娘娘送些喜欢的吃食，臣女也开心。只是，那岭南是张氏族人的地盘，他们控制秘菊进贡数，就连臣女也无法弄到更多。贵妃深得皇上的恩宠，她的族人只是克扣一点进贡的秘菊，谁又能管得着？只是一点秘菊，确实算不上。可若是张贵妃想抢的，不止这些。从那天你借我手收拾柳思雨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你不是一个安分的主。皇后娘娘，张贵妃虎视眈眈，谁又能知道她愿意在自己的位置上待多久？你这是这次又在张贵妃手里栽了跟头，所以故意挑拨我跟她的关系。我不相信娘娘看不出，张贵妃在一石二鸟。娘娘，国公府虽小，却是一大助力，臣女愿为娘娘鞍前马后。那你说说，我应该怎么做？这是张氏族人在岭南偷藏私军的证据，相信以娘娘的势力，定能在朝堂上夺回半数话语权。夺回半数又如何？只要皇上还喜欢，他的地位就不会动摇。若是娘娘的家人在此刻立了功，皇上会不会因此而亲近娘娘？我家人又能做什么？听闻皇后娘娘族内有一位极善水利的匠人，今年江南恐有洪灾，若是能大修水利，预防洪水，稳住一方民生，定是一件居功至伟的功劳。天机阁说今年是大旱之年，你莫不是比观星师还厉害？此事对娘娘来说，百利而无害，何不试试？前世江南遇特大洪灾，百姓民不聊生，此举也算为我积德。老爷被检举藏有私兵，已经被皇上下狱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听闻是皇后派系集中发难，老爷一时不防。皇后那个蠢货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手段？那会不会是定远将军？南哥，当初我就不应该轻饶他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不过是未坐实的罪名，只要皇上还宠我一天，此事就还有转回的余地。这次多亏了皇后啊，若不是你们家族，不知将会损失多少。圣上言重了，能为圣上分忧，造福更多百姓，是臣妾和家里人的福气。圣上每天殚精竭虑，才是真的辛苦。有妻如此，夫复何求啊？不像张贵妃妇女，敢豢养私兵。今天我就在皇后这里休息了。圣上，求您饶了父兄一命。圣上，求您饶了父兄一命。贵妃还是回去吧，皇上如今正在气头上。劳烦公公帮我带一句话，父兄他无意造反，臣妾愿代父兄受过。皇上一日不下令，臣妾就一日不起。贵妃娘娘，皇上早就叮嘱过了，您愿意跪到什么时候就跪到什么时候，他是不会见您的。皇上跟皇后现在交谈甚欢，贵妃娘娘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贵妃娘娘晕倒了。圣上，
张贵妃总归是孝顺的，臣妾这里一切都好，可莫要再让你们再生了嫌隙。您还是出去看看吧。好。圣上，岭南多匪患，如今岭南能够如此平静，全亏了府上那只私兵，他绝无私心啊。爱妃放心，岭南一事绝不会牵连到你，你不必为此担心。臣妾听闻此次检举的消息是由定远将军传出来的，臣妾不知道何时冒犯了定远将军。这都是皇后母亲所为，和定远将军有什么关系？难道他还想攀附皇后一党？放肆！妾身本不应该干涉朝政，可如今的局面，若是被他得逞，恐对朝局不利。不如以学习规矩的理由，将木南哥接到宫中，妾身定会好生照看。如此一来，定远将军也不敢轻举妄动呀。好，就依贵妃所言，好好敲打敲打他。妾身定不负圣上所托。那个张贵妃家里犯了那样的大错，可她只是跪一跪，哭一哭，她的家里人就不会被问罪，甚至当今圣上还亲自抱她回宫，真是可笑。她深受皇上宠爱，想要扳倒她，还需要慢慢筹划。南哥，此事我们还需要从长计议。圣旨到。圣谕：定远将军婚事在即，着木南哥入宫，随张贵妃学礼。令西南蛮夷称爵，着定远将军择日启程剿寇。钦此，还不赶快接旨？臣女叩谢圣恩。恐怕是张贵妃察觉到了什么，才要把你拉入宫中，此去恐有危险。我去和皇上求情，让你和皇后学礼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正好，我也想好好会一会他。木南哥，你知不知罪？臣女不知何罪之有。当日你害得本宫小产，却让奴仆顶罪，此罪一；让定远将军勾结皇后，此罪二；让我张家险些失去圣宠，此罪三。你是认还是不认？回娘娘，定远将军勾结皇后一事，实属诬陷，让张家失宠，臣女自问没有这个能力。至于娘娘小产，娘娘是否怀孕，只有娘娘自己清楚，恕臣女不能认罪。好一张伶牙俐齿，让你进宫来是跟本宫学规矩的。木南哥巧言令色，以下犯上，目无本宫，罚于宫外跪诵乳戒，以示教训。贵妃娘娘赏罚分明，臣女理当受罚。但臣女需提醒一句，臣女已怀定远将军骨肉，恕不能久跪。你当本宫是傻子吗？你当本宫是傻子吗？你给我跪下！臣女领罚是因为娘娘奉圣上之命教导臣女，但公道自在人心，非刑罚可定。好一个公道自在人心！那本宫就告诉你，在这深宫之中，本宫就是公道。好好读，读到本宫满意为止。张贵妃，木南哥可是真的怀有身孕，这么冷的天，你怎么能让他跪着呢？皇后这就来求情了，我可是奉皇上的命令教她规矩。再说怕什么？就算是她怀有身孕，一个时辰而已，死不了。娘娘，臣女身子确有不适。谁让你歪着身子的？给我狠狠的打，让她知道什么是规矩。叫你嘴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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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哥，叫你嘴硬，叫你……南哥，楚若白，你不应该在西南平南夷吗？私自回宫可是死罪。是不是死罪，自有圣上定夺。你如此待我妻儿，圣上可知？娘娘，
地上有血。张贵妃，定远将军此次退西南匪患3000里是大捷，圣上龙颜大悦，欲封其为镇南王，而你却以教木南哥女妾为由，害他子嗣，我也保你不得。臣请辞官解印。罗白，你不是胡闹吗？你才平定西南匪患，朕赏你还来不及，而且西南也需要你来坐镇。朕若允你辞官解印，你让朝中的重臣如何看朕呢？臣惶恐，臣不过出去剿匪1个月，南哥就被张贵妃罚跪之小产，臣不敢冒险。什么？臣妾有罪。昨日木南哥冲撞了臣妾，臣妾只是想略施小惩，以示告诫，并非有意害木南哥小产，还请皇上原谅臣妾无心之失。无心之失？圣上，本宫在得知张贵妃惩罚木南哥的时候，就赶紧过去告知她怀孕一事。谁成想张贵妃说是奉您的命令，教她规矩。她还说，即便是怀孕1个月，跪足1个时辰，也死不了。皇上，妾身说的也没有错，不过是跪了1个时辰而已，怎么会小产呢？一定是太医没有照顾好木南哥，照顾的方子不对，还想赖在本宫身上。圣上，木姑娘若是跪着自是无碍，但根据臣诊断，木姑娘是受了撞击才导致了流产。臣请辞官解印。献父，楚将军在外征战，你却在宫中害他的妻儿，朕的身边怎么会有你这样蛇蝎心肠的女人？你也是失去过孩子的人，你怎忍心加诸在木南哥的身上？皇上，臣妾只是无心之失啊！就算是无心之事，你也难辞其咎。朕要给楚将军一个交代，要给在外征战的将士们一个交代。请皇后小御6宫，废张氏贵妃之位，降为嫔位，谥多封号，日后妃诏不得入见。皇上，你不能这样！带下去。皇上，皇上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皇上，皇上！这虎符你好好收着，是朕对不住你，朕保证以后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。臣替南哥谢过陛下。用药物做出假喜脉的真相太过伤身，日后万不可再这样做了。张贵妃失宠，也算是为小雪和廖莹报仇了。只是降为幽闭罢了。我要的是他死，除非叛变谋反，不然多半皇上不会处死他。张嫔没机会接触外面的人，可他那位父亲可有的是机会。你好一个岭南张家，竟然背着朕勾结外邦，将岭南张家满门抄斩！圣上，那张氏怎么办？听说他被废后不久就疯了。打入冷宫，皇后处置吧。是。皇上，你要为臣妾做主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就依贵妃所言，爱妃放心，岭南一事绝不会牵连到你。废张氏贵妃之位，降为嫔位，日后妃诏不得入见。皇上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你是谁？竟敢擅闯本宫寝殿！你的父亲为了救你，勾结外邦，通敌叛国。如今张家已满门抄斩。你说谎！皇上那么宠我，我张家也是为皇上立了汗马功劳，怎么可能被满门抄斩？本宫要撕烂你的嘴！我今日来，就是送你最后一程。
呢？皇上这么爱我，后宫之中哪有什么真爱？如今新的宠妃已经入宫，你说圣上今日会翻谁的牌子？张氏，鸩酒和白绫，你选一个吧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！小莹、小雪，你们看到了吗？你们可以安心了。小莹、小雪，我为你们报仇了，你们可以安歇了。你们放心，我会替你们照顾好你们家小姐。南哥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什么意思？怎么样才能找到你呢？拿着这块玉佩，你就能找到我啦。原来是你！你终于想起我了。什么鬼地方啊！走个路都不会走啊，磨磨蹭蹭的。起来！我身体实在虚弱，起来呀！你等着，我抓到你一定叫你30万顿！要找到世子哥哥，为爹娘洗脱冤屈，世子哥哥一定会帮我的。是的，江小姐在那儿。四嫂，你没事吧？爹死了，娘也死了，他们没有忘过，他们没有忘过。我会替他们洗清冤屈。不过，你先把兵符给我，不能让杨家军落入奸人之手。兵符就算是。既然如此，你也该去救下，陪你爹娘了。恭喜倾城哥哥，江家军以后尽在你道。多亏你这个小妖精为我图谋划策，要不然也不会这么轻易的说。是一伙的，一起陷害了江家。这当然也有你的一份功劳。若不是你的名头，他们也不会这么轻易上当。幼稚！贱人，很想给你个好死。活下去，活埋！倾城哥哥，父王镇守南疆10年，都不曾回过京城王府，就连你娶亲都不理会，这怎么突然就回来了呢？儿臣再次服。免礼。谢父王。哎，父王，你要不要用晚膳？
晚秋已为你准备了酒宴。王爷，王爷，你好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镇南王，怎么这迎接的仪仗这么寒酸呢？这位姑娘又是什么身份，竟敢口出狂言？这是南疆圣女，本王即将过门的王妃，快来拜见你们的未来母妃。父王，您什么时候打算起妃啊？王爷，世子凶我，他是不是对我们的婚事有意见呢？怎么，本王娶亲还需要你的头？王父罪，世子他是刚醒傻吧？晚秋拜见。鬼！是你受罪！王爷，世子和世子妃这样羞辱人家，分明是打人家的脸，是对您不满呢。这明明是江瑟瑟，怎么会成了南疆圣女高一红，还要嫁给父王？圣女不必伤心，本王这就让人挖了她的双眼给你献祭。父王莫怪，世子妃只是近日太过劳累，这才眼花，求父王看在孩儿面上，饶她一命吧。你不该求我。呀，王爷，世子当我，人家好怕呀。内子无状，求侍女网开一面。好了，你到底要怎么折腾这小子，才能消气？人家想要世子妃站在王府门口扇自己耳光，边扇边说自己才是鬼，这么简单的要求，世子不会不同意的，对吧？胡扯扯，竟然如此好处！王爷，人家可是南疆亲封的少女，世子竟然说我是妖女，他这般不将我南疆放在眼里，你一定要严惩他！好，听你的。殷金城还不带着你的世子妃上去受苦？父王，儿臣去见督察。说的好像你不想敲打他们似的。这些年他们借着名头上蹿下跳，再不装作，不知道还要惹出多少。不放，我要跟你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的王妃，我不在这儿，该在哪儿？我们还未成亲，请王爷自重。白天你可不是这个样子，我还是喜欢白天抱着宝贝的样子。不过是为了找回面子吧。你我的婚约只是各取所需，事成之后我要回南疆的。你该不会是想食言吧？我助南疆抵御西戎，你为我清除与生俱来的寒毒。只要你好好的履行承诺，我自然是不会食言。不过，你若是有什么其他的念头，后果可不是你能承受的。什么念头？我对王爷可半点兴趣都不，别自恋。我有说你的念头是否？知道了，还不快点！新臣的王妃不是个善茬，你动了也就动了。
但君清晨，你最好离他远点。怎么？怕我害他？那小子看你的眼神不对劲，你注意，别给我弄出什么绿帽子。混蛋！哼，记住了，不许招惹别人。没想到大名鼎鼎的真南王，归根结底不过是个男。是骨存？什么叫是骨存？当日埋人的地方只看得见几块骨头，尸体可能被野狗吃了，无法辨认是否是僵尸。所以宫一红到底是不是江瑟瑟？你们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清晨哥哥，你先别生气嘛。若他真是江瑟瑟，岂不是更好？当初他临死前还摆了咱们一道，给的兵符只能调动一半的兵权。倘若真的是他，岂不是正好？江瑟瑟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投。你体内之毒根深蒂固，需每月针灸749次，服以南疆独门秘法，方可彻底清除。解毒之事不可让其他人知道。每月15子时，我会悄悄过来。圣女闺房，你不能擅闯。什么圣女，冒犯后人个，我看。秦清晨怎么这个时候来？君临峰还得入定1个时辰，若是被打断，会遭反噬。我是南疆少女，你为了阿母妃，你怎可偷看我？我是南疆少女，你为了阿母妃，你怎可偷看我洗澡？还出来！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呼呼我，不过休想瞒我，江瑟瑟。什么江瑟瑟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当年你我定亲，一口一个哥哥喊得那么甜，如今却想让我喊你母妃。当年我给你一刀的位置就在这里，你敢不敢让我看看？啊！菲林！你就算交破喉咙，也没人来救你。你怎么？君清晨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调戏你的未来母妃！不要被这个妖女给蛊惑了，她是我的未婚妻江瑟瑟，她是回来报仇的。王爷，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世子一来就要非礼我，还要看我的胸，我好害怕。你少胡说八道！她的胸口被我刺了一刀，她的左胸必有。王爷，我胸口有没有疤你还不知道吗？世子为了觊觎我的美色，连这种谎话都说得出来。你目无尊长，觊觎母妃，真是太令我失望了。沈琦，把世子给我押到祠堂跪着，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起身。他的胸口必有伤疤，你再仔细看看啊！不是说这里是王府禁地，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闯进？行了，你儿子都走了，装什么装？去连峰，西戎这么多兵马都没能伤你分毫，这君京城一上来就让你反噬重伤，真是你的好大儿。行了，你先好好养着吧，回头我给你开些药。不是吧？你都伤成这样了，还兽性大发？快放开我！仔细一想，
你身上有没有疤痕，我还真不知道。所以，看看胸。怎么能这么不知所谓？我好歹救了你，你就这般对我？清晨说的那般笃定，我难免有所怀疑。现在看到你胸口没疤，那我不就放心了吗？我远离故土，孤苦无依，这南王自然是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，何须跟我解释？不是，本王不是这个意思。君临风，你听好，我跟你来郑国是为了救我南疆百姓，你若是强令我也没有办法，但不能连你儿子都……我是南疆圣女，这般欺辱我就是欺辱南疆，宁死不走。清晨他也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只是与他前任世子妃长得极为相似。没有，你心里清楚。滚！滚啊！哎，沈琦，出来！王爷有何吩咐？去给我打世子30板子，让他眼睛擦亮点，别看谁都像是他女人。是。小姐，你别露馅吧。放心吧，不再饿了。哎，那就好。当年他们哄骗您交出兵符后翻脸杀人，如今还理直气壮要验您的伤口，岂止是无耻小人！君清晨、林晚秋，他们又何止这一刀的无耻？不急，我们来日方长，这样又能用上半个月，不怕被人发现。圣女，咱们找机会拿回那一半兵符，就赶紧回南疆吧。这个镇南王府人人对你不怀好意，太凶险了。不行，我费了这么大功夫，只偷回兵符怎么够？孙清晨和李晚秋，我绝不会让他们好过。可是他们位高权重，您在郑国几乎一无所有，那他们怎么办？小金，你不懂，有时候美貌就是最至高无上的权利。君清晨，我会让你一步步失去你所拥有的一切，最后绝望。你也真是的，怎么下如此重的手？还不是那个慢些，慢些。难道那妖女胸口真的没有疤？这世上哪会有2个人长得如此相像？她怎么可能不是江瑟瑟？咱们再试试便知。不可，父王已经不满，再做事态会触怒父王的。你和父王都是男人，懂什么？后宅之事，自然是用后宅手段了。这豆浆怎么是咸的？这南疆不都喝咸的吗？我特意打听了南疆的喜好，这是专门给圣女准备的。难道圣女不喜欢？世子妃有心了，我爱喝，那多喝点。可恶，是他我，不能露出马脚。豆腐脑怎么了？我听闻南疆的豆浆虽然喝咸的，可这豆腐脑呀却只喝甜的。难道圣女不爱喝？我最爱喝甜豆，我最爱喝甜豆腐脑。这粽子里不仅有火腿，还有咸蛋黄，异端，完全是异端！我这南疆不都这么吃吗？圣女怎么难以接受？难道圣女不是南疆之人？是因为这火腿不正宗。为了报仇，
我这个北方人真的付出太多了。儿臣拜见父王。圣女，这是南疆特产的鱼腥草，我特意为你准备的，一般人可吃不了，但你是南疆人，必定爱吃。就是这个味儿，地道。什么品味？也就你们南疆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，才将这种垃圾当做好东西。王爷，你看他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菜，你不吃就闭上嘴。这几日啊，承蒙世子妃照顾，我呢也想聊表心意。阿金，上菜。什么东西？这么臭，怎么能吃啊？这是我特意命人给你们准备的大郑特色饮品豆汁儿。世子妃，快尝尝。大郑什么时候有这特色了？什么玩意儿？拿走！世子妃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你们大郑人不是都爱喝这个吗？这么恶心东西，你也敢拿给晚秋吃？以为人人都像你们南蛮？久住南疆，好久没有喝到这么好喝的东西，还是这个味儿。愣着干什么？喝呀！这种好东西别浪费了，喝。圣女，你也尝尝。我就不用了，我是外乡人，喝不惯这个，不像世子和世子妃，从小喝到大，肯定很喜欢。喝呀！你们怎么不喝啊？我可是特意给你们准备，王爷亲手给你们盛的。你们是对我不满，还是对王爷？你们不喜欢？喜欢。果然好喝。圣女，那鱼腥草你根本就吃不惯，何苦勉强自己吃下去呀？没事儿，林晚秋和君清晨吐的比我厉害多了。那对狗男女就是臭鱼烂虾，也配您这样上街800自尊1千的。放心，他们敢这么欺负我，我也不会让他们好过。对，咱们大老远从南疆过来，不是来受人欺负的。你家圣女还能受别人欺负？气势她欺负人了。你这又是怎么了？好好的怎么跟我置上气了？哼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他们看不起南疆，你们大周人都看不起南疆。冤枉呀！那我若是看不起你，何须带你回来，还许你王妃之位？至于看不起南疆，那更是无从谈起。我驻扎南疆10余年，不敢轻离，还不是因为南疆实力不够。好啦，今天的事是清晨和他的媳妇儿不对，他们欣赏不了好东西。你未来可是他们的母妃，别跟小辈计较，好吗？王爷，难道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一个乱发脾气、蛮不讲理的妇人吗？圣女一向识大体。那个世子将来可是要继承镇南王位子，却如此对我们南疆疏，你到时候能放心把位子交给他？他这些年一直在京城，我没空管教他，是有些疏忽了。可世子年长，现在管教已经有些晚了，需下重手。我知道王爷心疼世子，可父母之爱子，当为之计长远，你说呢？这般下去确实难以镇守南府，是该好好练练他。王爷，人带来了。父王，你喊我这么早来干什么？天才刚亮。挺直！你看看你像什么？天都亮了还不起来习武？习武？习武要起这么早？不是一直以来本王都太纵容你。 20几年都这样，父王也没觉得不对，怎么突然跟打了鸡血似的？从今日起，你每天天亮随本王起来习武，2个时辰后随沈琦去军营操练，晚间回来再跟本王学习处理政务。父王，你给我安排的这么满，是把我当牲口练吗？本王的儿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。王爷说的对，王爷因为神武。
王爷，你看他瞪我。王爷，你说他是不是不想练呢？看什么看？先去跑100圈。啊？什么？别磨磨蹭蹭的。才50圈而已，你竟跑了这么久，这些年在京城到底有多松懈？父王，孩儿自来勤练武艺，京城之内少有对手，只是不曾练过跑步。既如此，那你就陪本王过2场。真是笑死人了，还京城之内少有敌手。我看你这花架子，连我一个弱女子都打。你这妖女既有江瑟瑟的美貌，身材还比她更妖娆，难怪父王都被她勾引得神魂颠倒。哎呀呀呀！王爷，真是吓死人家了，对不起啊，人家没想到世子这么不经打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偷袭，这次不算，再来。云龙分金看着山雾的一重禅是一重关，关门如有8重仙，不负阴阳8卦星。云龙分金看着山雾的一重禅。你有别人别躲。混手。轨道一开看不清，走位走位，手里干。哎，世子，这才多久你就累成这样？好虚呀！你，我让你看看我到底虚不虚！哎呀！王爷，世子好凶啊，人家好怕怕。你是怎么做到一边把我打成这样，一边理直气壮装可怜的？人家本来就很柔弱嘛，是你就像纸糊的一样，人家这么娇弱的小拳头，你都禁不住。你他妈的！这个孽子，沈琦，把他给我往死里练。是。我的腿，我的腰，这该死的公妖，要不是他，父王也不会对我如此不满。阿金，阿金，你们在哪？不要让我抓到你们，抓到就死定了！谁让我抓到你啊？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抓到你了！你先别说话，让我猜猜看你是谁。你只能点头和摇头，猜对了就该换你抓了。脸这么小，是阿金吧？不对啊，你别说话，我再猜猜看。咦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脏死了！我不玩了。等等，您再猜猜看，猜出来才算赢呢。毛孔有点大，绿翘，不是，脖子好长啊，珍珠吧？等等，你怎么有喉结啊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我。怎么是你呀？王爷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世子他这样欺负我，根本就是目无军长。父王明鉴，儿臣没有。禀报王爷，属下已查明，事实确实如圣女所说。是吗？就这么巧？王爷明鉴，方才圣女和一众侍女在花园捉迷藏，蒙了眼睛不能识物。世子如此趁人之危，还请王爷为我们圣女做主。父王容禀，儿臣没有欺瞒圣女之意，只是圣女认错了人，儿臣慌乱不知如何是好，这才慌乱。你慌乱！你啃我手指头，你拉着我的手让我摸你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污蔑我。这里你让我摸了吗？还有这里，你是不是拉着我的手？还有这……够了！大的小的都欺负我，王府随他根本就没有我的容身
哪儿也不许去，就在这给我待着。君清晨，我看你是昏了头，去演武场练体，练到什么时候清醒了再休息。还练？我已经练1天了。沈琦，你给我看着他。是。我就知道王爷是相信我的，王爷对我最好。知道我对你好，你就少耍些心眼子。清晨的性子我清楚，确实浮躁了些，但你收拾他也得有个度。我听不懂王爷在说什么，我没有耍心。我知道你心里清楚，但清晨以后也是你的孩子，别闹了，好吗？知道了，我不配动你的好大儿，以后我一定离他远远的。不仅离他远点，离别的男人远点，好吗？凭什么？你是我的王妃。说吧，今天想怎么罚？世子得罪了，王爷有令，罚你蹲1炷香的马步。1炷香，还好，老子撑得住。沈侍卫，我来送香了，是放在这里吗？你这是从哪儿搬来的这玩意儿？世子，香来啦！你不要过来啊！1炷香的马步，开始吧。你看，可恶！等我度过这一遭，一定好好收拾你个！该让你欺负我们圣女。圣女，世子扛不住晕了过去，他知道错了，你放过他好不好？何震啊，被冒犯的是我，罚人的是王爷，结果最后倒成了我的不是。怎么会是你的不是？是我没轻重。好了，你的好大儿不是晕了吗？我去看看他。还是你觉得那些庸医医术比我好？那就多谢圣人。我已经给他施过针了，等他高烧退了，人就醒了。多谢圣人。清晨，世子哥哥，你为什么要挖我的坟？嫂嫂，我是故意的。星辰哥哥，我是故意的。星辰哥哥，星辰哥哥，世子哥哥，我都死了，你怎么还不死啊？你快来啊，我在等你呢，世子哥哥。嫂嫂，你不要动我，你快跑！他怎么抽来抽去的？当羊角风了？你给清晨哥哥施完针，他更严重了，这可不能怪我啊！不怪你，怪谁？他这样子像是在做梦，瑟瑟。他在喊谁啊？清晨哥哥，清晨哥哥。嫂嫂。王爷，你可算来了！你都不知道，我好心给世子看伤，他一醒过来就对我喊打喊杀。王爷，你还是放我回南疆吧，再在这王府待下去，我小命都要不保了！本王才是镇南王，这小兔崽子还做不了本王的主。王爷恕罪，世子绝无此意。世子屡次对圣女无礼，如此顽劣不堪，就此禁足，不许踏出院门一步。
君主言我，有生者可统领御林军。我准备多时，如此重要时刻，不枉去让我禁足。都怪那江瑟瑟，阴魂不散。好了，已经时代不多回了。这女人娇柔造作，粗俗不堪，除了长相之外，没半点像江瑟瑟。倘若她是装的呢？不然怎么这么凑巧？都怪你疑神疑鬼。现在我被父王欺族，又得罪未来母妃，将来不知道要受多少麻烦。星辰哥哥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管那女人是不是江瑟瑟，她都与你势不两立。皇叔不曾得罪于她，与她又有什么冤仇，值得她这些天有意无意针对我？你终究不是父王所生，只不过是他过继来的子嗣。倘若他真的娶亲了，你的亲生儿子……你别胡说！父王虽非我生父，但这么多年父王都不近女色，你的位子自然不合适。可偏偏他现在要娶妃了。那个女人虽然妖娆做作、粗俗不堪，可奈何父王偏偏宠爱她。倘若她生了儿子，你可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哎，太后怎么突然想见我？您是南疆的圣女，又是镇南王未来的王妃，太后啊素来关爱镇南王，想见一见也是常理。皇祖母，你可要给我做主呀！那个南疆圣女不知道是不是会什么妖法，竟让王爷被她变了个样。太后，圣女来了。南疆圣女恭迎皇后参见太后，祝太后福寿安康。出身南蛮，这中原的礼行得倒是不错。圣女果然有心，难怪能迷得林峰非你不娶。小女幸得镇南王垂青，唯恐不识礼数，丢了王爷颜面，故而私底下经常练习。抬起头来。哀家不同意这门婚，哀家不同意这门婚事。不，太后，我和王爷是真心相爱的，不要500万，离开我儿子。怎么嫌少？那太后放心，我这就回南疆，绝不纠缠王爷一星半点。你这就放弃了？我儿子如此优秀，你就不再争取一下？哎，男人和钱财孰轻孰重，我还是分得清。您放心，我绝不纠缠，一定离镇南王远远的。即刻启程回南疆。你敢拿试试？恭一红，区区500万你就把本王给卖了？这不怪我，实在是他给的太多。南疆国库统共也就1000万两，他拿半个国库咋？这搁谁？你要是敢跑，就等着我全军压境，把你从南疆绑回来。王爷，你可算来了！你要是再不来啊，我差点就要被太后送回南疆，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没有你，我可怎么活呀？你，太后啊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你自己的儿子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秦离峰，你要违抗母后！母后，儿臣知道您是在关心儿臣，但这个镇南王妃非同不可。这妖女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汤？若哀家就是不许，你又该如何？儿臣与圣女成婚乃是2国联姻，此乃国策，还请母后不要吵吵。二弟所言极是，与南疆圣女联姻，乃我朝大事，不可轻忽。参见皇兄。平身。这南疆圣女果然模样生得娇小，
难怪你这30多年的老铁术也要成啊！这南疆的圣女是嫁不出去了吗？非要塞给我儿子？哼，要嫁也行，只能做个贱妾，王妃之位，想都别想。我南疆虽小，圣女也绝不做妾。你要这样的话，我还不如拿钱回南疆。别说气，算你识相。不过，既然你南疆联姻与国有益，也不好让你回去。大郑的好男儿比比皆是，皇上再另寻合适之人吧。儿臣一定好好选，会是你选一个尽善尽美的如意郎君。哎，那500万两还给我吗？哀家累了，李嬷嬷在，送圣女回去吧。圣女请不是说好的500万两，太后，这钱给了哪还有还回去的道理啊？先顺着母后，回头皇兄替你想办法。圣女真要走呀？这离了正当王府，咱们行事就没有那么方便了。急什么？男人这种东西，你越往他面前送，他就越是珍惜。可要是他的东西有人来抢，他就紧紧的握在手里，怎么都不会放手的。走吧。出去！你先出去吧，我和王爷道个别。今天在母后面前，你为何这么说？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嫁给别人？你母后都已经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了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和你的交易里面可不包括让整个南疆受辱。你为我治疗寒毒，需要每月与我肌肤相贴，就这样你还想嫁给别人？你还有没有廉耻了？廉耻？我们南疆人不在乎这个。是谁规定嫁了人就只能和他睡的？你们中原人管这个叫什么？是不是叫偷情？你很有经验吗？那就让本王来领教领教你与人偷情的手段。哎，王爷要与我偷情，我便要答应。偏不。好，那你想与谁偷啊？皇上不是说了吗？要给我找一个尽善尽美的如意郎君。那我自然要再等等的，看看我这个郎君中不中用，值不值得我为他托付终生。哼，那你不用等了，本王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，本王到底中不中用。你母后可不愿意你跟我私欢，你是母后的乖宝宝，要听话。想笑你就笑吧，待会儿我让你哭的力气都没有。谁让你一个楚口气这么大？我看你还敢不敢惹我！不要！你就安安心心做我的镇南王妃，母后那边我会去解决。混蛋！请你放！你混蛋！王爷，你不能进，老奴还没有通传呢。皇兄，我不管你有什么安排，南疆圣女必须嫁给。陛下，老奴有罪，没能拦住王爷。行了，你下去吧，就他这脾气，谁拦得住啊？是。二弟，不是皇兄不帮你，是母后抵触的厉害。你说这圣旨已经颁下去了，我这金口玉言不能作废吧？
母后之命自然难违，但皇兄是天下之主，万民君父。你小子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臣弟的意思是，如果皇兄下明旨，母后即便不愿，也只能妥协。哟，你这如意算盘打得够精的呀！你抱得美人归了，留我抵母后的怒火呀！为人兄长，哪有不替弟弟操心的？操心也可以。那你看，我把圣女许配给你，那我能得到什么报酬呢？亲兄弟还计较这些？哎呦，我堂堂一皇帝，难道白为你打工啊？你要不给我报酬的话，那我就把圣女许配给别人。皇兄若是将圣女婚配给他人，那臣弟可就要去抢了。呵呵，瞧你这霸道性子，就仗着朕宠你吧。比武选夫，怎么样？朕早就帮你想好了，用比武来选亲，够意思吧？一道圣旨就能解决的事情，何须弄得如此麻烦？你说的倒轻巧，你到时候抱着南疆圣女回到南境，留我在母后的眼皮子底下，我不得给自己留条活路呀？况且我二弟一表人才如此优秀，我大郑武功无人能及，比武选夫，圣与女起敬啊！难不成你不行？谢过皇兄。皇兄，你就等着喝成帝的喜酒吧。臭小子！陛下，这镇南王也太放肆了。也就是您仁慈有爱，才不与他计较。哎，自家兄弟闹一闹，常事。陛下，虽然你与镇南王兄弟情深，但镇南王权势过剩，如果再与南疆圣女联姻，这以后恐怕难以控制啊。他区区一南疆有多少本事？难道需要朕忌惮他？这要是从前呐，这罪儿小国当然不足为虑。但是自从林家叛国，这林家军在北境自立，不肯听朝廷号令。镇南王手中的兵马，如今是我大郑几乎全部的精锐，不可不慎呢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朕这个弟弟会反了朕？哎呦，老奴不敢。陛下，这为人君者，不可以情断志。老奴斗胆劝陛下多加思量。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不过朕这个弟弟啊，他的心思我是知道的，你不必多虑。至于南疆嘛，就留给我二弟和母后去斗法吧。倒是你，我皇帝都估计你个太监及时了。圣女，大郑的皇帝下旨让您比武招亲，那要是最后王爷没赢下来，你可怎么办呀？那你也太小看君宁风了。他13岁打遍大郑无敌手，15岁上战场，18岁就靠功勋赢得了镇南王。若论武艺啊，他们这大郑就没人是他的对手。哎，不对啊，圣女，那你还算计他来报仇？要是被他发现了，可怎么办呀？他说逃也逃不过。报仇之后的事情，就等以后再说。我现在只想让那对狗男女付出代价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是王爷让我住这儿，你不服找王爷去。还未谢过圣女为我医治，那日我病得糊涂，冒犯了圣女，还请圣女见谅。无所谓，反正你父王已经罚过你了，罚得我很满，气啊早就消了。成何体统！你们这刚解禁，从哪儿来的呀？过几日军中演武，决着御林军统领，我报名回来。什么？父亲要报演武？怎么
难道我去不得吗？星辰哥哥，你还不知道，皇上有旨，演武胜出者，除了统领御林军，还要和南疆圣女，也就是我联姻，永结两国之好呢。什么？怎么？你是要和你父王抢女人呢？一派胡言！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。这才对，咱们呐可是纯纯的母子情啊！好儿子。等等我！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呢？谁知道你姐姐就去报名？我这连你面都还没见到呢。这可如何是好？既然你多犯人父皇不愿，若再被他误会与他抢女人，那我这世子还当不当了？你不要担心，想来父王也不是这么小气的人。明日你就去退赛，再和他解释清楚，肯定就没事了。世子妃，另一半兵符有着落了。什么？在哪儿？据江家军那边线报传来，江夫人当年曾被上一任南疆圣女所救，以半块兵符作为信物赠与对当。如今那半块兵符正在现任南疆圣女手中。星辰哥哥，你千万别冲动，要是让父王知道了……你不必多说了。哇哦，想不到来参赛的人挺多的嘛。王爷，竞争很激烈嘛，你要是输了可怎么办呀？不许看，这些人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最终都会成为我的手下败将。切，那可不一定。嗨，比赛加油！演武大赛正式开始，请参赛者出列。你不去？初赛我不用参与，最终获胜者与我对决即可。打他呀！他们有什么好看的？怎么不好看啊？一个俊俏，一个健壮，各有各的好。哎，王爷，你帮我看看，他们两个谁会赢啊？这个出拳软绵，一看就是花拳绣腿；那个看着壮实，实则虚的，能满足你这个小妖女。我只问你谁会赢，听着没话。王公子胜！哇，王爷，这个怎么样？长相英俊，气势不凡，看着就不错。太矮，这个好，花团锦，看着就是个大富大贵。太胖。这个呢，能说啊，他文治武功皆有见识，是个难得的青年才俊。太爱事业，你嫁过去就是守活寡。就你品性，我就不信了，来打擂还能都是歪瓜裂枣。李公子胜，下一局丞相之子李承风对战镇南王世子君清晨。他说谁？你没听错，君清晨，你那个宝贝好大儿啊，也来参赛了。君清晨为圣女而来，李公子，请。君清晨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你知不知错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皇上既下令军中五品之上皆可参赛，儿臣何错之有？你出息了，敢跟老子抢女人，立刻退赛，否则我没你这儿子！我早已对上你倾心，父王，我意已决，你就算毒死我，也不退赛。是吗？那就看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为父的鞭子硬。父王，这孽子如此对我，你还护着他？王爷恕罪，世子伤势还未痊愈，您若是再打下去，真有个三长两短。
太后不会同意你和圣女的婚事。君清晨，你要娶圣女，你将你的世子妃置于何地？婉秋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但我控制不了我的心。父王恕罪，若是世子愿意，儿媳别无怨言，只盼他顺心如意。哎，你说的是真心话，莫不是想先委曲求全，博得世子好感，再事后设法报复，既做了好人，又除了情敌吧？婉秋字字句句属实，真真实实的，盼望世子得偿所愿。哎呀，你们中原女子可真有意思，不过我绝不作小。世子，你说该怎么办吧？清晨哥哥，圣女金尊玉贵，自然不能做小。林氏会自己下刀，林氏会自己下刀，圣女不必担心。清晨哥哥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婉秋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会补偿你的。你们还真是一对好情种，就该生生世世锁在一起，何苦拆散祸害别人？我对圣女动了真心，只能对不起你了。有意思，你们两个太有意思了。不过，赢了休妻娶我，输了无事发生。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？我要你现在就休了他！贱人，你想都别想！世子哥哥，你别听那个妖女。好，我现在就休。清晨哥哥，我那么爱你，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不能休了我。好啦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快起来，快也起来！这都是权宜之计，莫慌。可是你要休了我，我真的不能答应。离开你，我会死的。我心里只有你，你是知道的。只要我把剩下的半块兵符找回来，我再回来找你。你真的一点都不喜欢他吗？他和江瑟瑟长得一模一样。怕什么？江瑟瑟已经死了。好啦，你相信我，江瑟瑟这样的人物都能动手，他只是像而已，我不会动心的。清晨哥哥，你离开以后我会很想你的。这个东西可以让我带走吗？想你的时候我就看看它。你想拿就拿走吧，我一定会尽快请你回来的。怎么了？神出鬼没的。你究竟是宫怡红还是江瑟瑟？江瑟瑟，她不是都死了吗？如果你不是江瑟瑟，那你跟清晨有什么深仇大恨，要逼他到现在？所以是我逼他见色起意，跟自己老子抢女人的，明明就是他自作孽，我不过就是试试他，他就做这么薄情寡义的事情，怎么能怪我？所以你只是看不惯他，想试探试探，并不是真的想嫁给他。除非啊，你真的老了，打不过你那年轻气壮的儿子，要把我这个小娇妻呢让出去。我这就让你看看，本王到底老没老。决赛了，你们两个快决胜负，谁赢了谁娶我。怎么还不开始啊？您看这愣着干嘛？喊！是。演武大赛最终战，
镇南王对战镇南王世子，开始。你的一招一式都是本王教的，还妄图打败我？幸得父王多日教导，儿臣早已脱胎换骨。今日就看看我们父子谁更技高一筹。本来想给你小子留点脸面，你自己找死，就别怪为父。请父王赐教。不堪一击。好样的！立刻传旨，封南疆圣女为镇南王妃。放肆！这个是不是觉得哀家年纪大了，脑子也不灵光了，竟敢这么糊弄哀家？欢迎息怒。如今天下皆知宁风吟的言语，婚事已成定局，反对！哼，哀家哪敢啊！否则我这帮老骨头，岂不是碍了你大正的皇帝陛下和镇南王殿下的眼？哎呀，母后，您这是哪里的话呀？您看你保养这么好，哪里老了？您说这话岂不是伤了我和二弟的心呐？母后若有责罚，儿臣皆愿承担。不过这圣女儿臣非娶不可，请母后恕罪。好啊，你翅膀硬了，哀家管不了你了。还有你，晚秋自嫁你以来，为你操持家务，事事以你为先，你竟为了那妖女休了她，脑子进水了吗？孙儿知晓，只是情难自禁，望皇。你太后，您是一片慈心，只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只能想办法补救。您别气坏了身子。你说的有理，皇上圣旨既下，不可反悔。但太后放心，我这就回南疆，绝不纠缠王爷一星半点。哎，男人和钱财孰轻孰重，我还是分得清的。您放心，我绝不纠缠，一定离镇南王远远的。即刻启程回南疆。说好的500万两，太后，这钱给了哪还有要回去的道理？太后，南疆蛮女怎堪王妃重任，少不得送进宫来，哀家亲自调教调教。圣女生性自由，如果太拘束她，恐怕娶也要你娶了，母后只是教教她都不行。母后，您对二弟的一番心意，二弟怎么会不领情呢？要是这南疆圣女能学会您1、2分的聪慧，那也是二弟的福分呐，是不是二弟？得母后教诲，是他的福气。你知道就好，起来吧。还有晚秋，哀家一向拿她当亲孙女，你们竟不珍惜，那就封她为郡主，一并接入宫中。哀家倒要看看谁敢。圣女，你说这太后一直对你不太喜欢，今天宣你入慈宁宫却不肯见你，天都黑了，这要跪到什么时候呀？等着吧，反正今天入宫的不止我一个。圣女怎么还在这跪着呢？哦，你也真是的，都不知道提醒下太后。现在太后睡着了，圣女岂不是白跪了？什么？我们是你天没黑的时候就跪在这里了，跪了这么久了，你们……哎呦，是老奴记性不好，但这会儿太后已经睡下了，要不你们明天起早再来吧。小金，别闹，你不懂，这是太后在考验我请安的诚心。这就对了，圣女请回。圣女，你要干什么？所以太后一定没睡。放心吧，我诚意使。太后，
我来请安了，竟是打扰太后休息。你不是说年纪大记性不好吗？太后什么睡你也不知道呢。谁让你放什么传慈宁宫？太后子宫你如此放肆，小心太后治你的罪。哎呀，婉秋啊，没想到你看着讨厌我，实际上这么担心我。是太太，来亲一个。李嬷嬷，李嬷嬷，外面怎么这么吵啊？南疆圣女龚一红参见太后，祝太后万福金。太后娘娘，我是诚心诚意来给您请安的，您怎么不但不高兴，脸色还这么难看？你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！现在就敢来我的慈宁宫里这样折腾哀家，以后做了镇南王妃，还不把整个皇宫都掀翻了？母后，圣女向您请安，您意志不坚，本就是您。好了好了，没事就好，我还当有刺客进宫了呢。既然一场误会的话，母后你就息怒，不要给孩子一拍即合了。什么误会？龚一红，你夜闯慈宁宫，对太后不敬，该当何罪？我没有对太后不敬，我就是对太后太尊敬了，才不得不夜闯慈宁宫。怎么着？你闯宫，还有人逼你不成？我今天早早就在慈宁宫外跪安，是李嬷嬷办事不力，没有给太后通报。我担心太后以为我没来，觉得我不敬，一时心急才失了分寸。那是哀家。李嬷嬷，你为何不通报？是轻视圣女，还是连我这个镇南王如今你都不放在眼里了？老奴绝无此意。婉秋可以作证，是她说的。她说李嬷嬷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所以没。婉秋郡主，圣女所说属实吗？郡主，老奴从未做过，你可要替老奴做主啊！其实不是。怎么不是啊？太后娘娘这么慈爱，难道会故意晾着我，让我在外面白白跪几个时辰不见我吗？那是当然了，哀家不是这么刻薄的长辈。就是说嘛。确有此事。李嬷嬷，你太不像话了！仗着太后对你的情分，肆意妄为，有此等祸端，你该当何罪？老奴有罪，老奴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累得太后受惊，圣女受罪。也罢，念你照顾太后多年有功的份上，就罚你在慈宁宫外跪到天亮吧。以后做事要上心呐。是，奴婢一定不再犯。圣女，你今天看见了吗？那个李嬷嬷被罚的样子可解气了，还有那个太后和林婉秋的脸色，简直是气死了。说今天请安就得今天请安，想让我吃哑巴亏，那不能够。他们今天可算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走吧。这屋子怎么这么破呀？这根本就住不了人。圣女，我看太后是想整治咱们吗？这破地方，谁爱住谁住。小金，走，我带你住好了去。郡主，这是在宫里，损了东西都要上报，不好随意砸了。我又不是不知道，就你教我做事啊！是奴婢多嘴，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！起来吧。这宫里红如此嚣张跋扈，连太后身边的红人都敢整治，也不知道皇上怎么想的，如此偏袒他。虽说皇上偏心，可太后念着你呢。这房间布置的和您在镇南王府是一模一样，这独一份的恩宠，宫里谁人不知呢？那可不，太后疼爱我，以后我有的是时间收拾这个宫以后。什么南疆圣女，收拾什么呀？你要给我收拾屋子，
晚秋，你可真是太热心了，我那屋子确实是没法住人。你准备什么时候收拾啊？谁要给你收拾屋子了？我要收拾你！今天太晚了，要不还是不要麻烦你了。晚秋，明天再打扫吧。今天我就凑合凑合，和你一起睡醒了。谁要跟你一起睡？滚！晚秋，我知道你表面上讨厌我、排斥我，其实心里特别想跟我亲热，只是不好意思，是不是？我们好了，晚秋，这种姐妹情深的肉麻话呀，咱们明天再说。现在天色已经晚了，咱们先去睡觉。走。小花，郡主，你们丫鬟住哪呀？今天晚上我给你伺候伺候。郡主，谁要跟你睡？郡主，哎，小花，天色不早了，快睡吧啊！该死的贱人，你倒是给我盖点被子。睡得真舒服。晚秋，你醒了？怎么样？昨天睡得好吗？哎呦，我睡得好不好？你还不知道？这好好的，晚秋怎么就着凉了呢？不行，哀家要进去看看。太后，晚秋郡主身边有丫鬟侍候呢，就让她在房间里歇息，否则要是过了病气给您，郡主心里也过意不去。你昨晚怎么在晚秋这里住？怎么睡了一晚，她就着凉了？你是不是欺负她了？冤枉啊，太后！我和晚秋郡主关系那么好，我怎么会欺负她呢？你和晚秋关系好？哎，太后您不知道，晚秋啊，真的太善良了。她看我住的地方破，她就好心邀请我一起住，还说要给我收拾打扫呢。晚秋怎么回事？哀家这样是给她出气，她倒不忍心起来了。晚秋郡主啊，一向心善，许是见不得圣女受苦。你的住处，哀家安排妥当就是，不要再去打扰晚秋养病。李嬷嬷在调教圣女，哀家就交给你了。教不好，唯你是问。是，大正贵女一举一动皆有礼仪规矩，圣女好好学习，才能通过太后的考核。圣女天赋不错，这么快就学得有模有样。都是嬷嬷调教的。这些东西从小学了10多年，一朝家门不幸，流落在外，以为再也用不上，没想到如今还要从头学起。少女将来可是要做王妃的人，这礼仪规矩自然要更严一些。嬷嬷，让我来吧。晚秋郡主礼仪规范，为贵女之典范，太后甚爱之。圣女，你当好好向郡主学习。郡主拖着病体都要来操心我，果然是甚爱我呢。不过是为太后分忧罢了。那开始吧。等等，太慢了。头上的书不可碰，这是不合规矩。圣女可别怪我太过严苛。哎，郡主，我让你盯着点，发什么呆呢？哟，我都还没说累，各位这就不行。郡主，圣女都走1天了，半步都没错。天这么热，要不咱们先歇息吧。一个南蛮子，就不信治不了他。嬷嬷别急，我倒是觉得本郡主还能再陪圣女走，还能再陪圣女走。
要晒你们自己晒去。我皮肤晒糙了，变黑了，不好看了，王爷不喜欢我了，你负责。李嬷嬷是奉太后之命前来教导你，竟敢对我动手，怎么？你是不是把太后放在眼里了？住手！你敢伤她，是不把本王放在眼里？我没有。郡主饶命，踩在这些瓷边上面，实在是走不动。王爷，不是我没有。王爷，我手都破了，你要是再不来，我可能就死在这儿了。你能不装了吗？这南王要是再晚来一会儿，你的伤……太后命李嬷嬷教习圣女，晚秋郡主为何在此？太后言我风姿卓越，乃大正贵女典范。李嬷嬷特此，请我来指导圣女。圣女乃是准镇南王妃，不可被人如此凌辱。李嬷嬷，你办事不力，在这些碎瓷片上给我跪上一个时辰。啊？怎么又要罚我？怎么，李嬷嬷不服？奴婢知错了，奴婢这就跪下。郡主，嬷嬷，这南王的旨意，本郡主也没办法违抗。你应该辛苦点吧？啊！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你先出去吧，这儿没事了。啊！王爷怎么来了？我和皇兄在宫中商量正事晚了些，皇兄留我在宫中住下，我就回来看看你。多亏王爷来了，不然我还不知道要在宫中吃多少苦呢。哎，你别这么好奇。不是跪碎瓷吗？伤呢？对啊，我装的，怎么了？以后啊，别这么忙，你弄伤了自己还不是我心疼。即使王爷知道我是装的，也会心疼我，帮我吗？不然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你，爱中你。就算你是个满腹心机的小狐狸，我也愿意被你迷惑。只要你能一直在我身边。你呢？你也这么喜欢我吗？天色不早了，我得睡了。你也回去早点休息。那你早点休息，我改日再来看你。你放心，母后那边我不会让她这么为难你，最多1个月，我们一定大婚。好，我知道。圣女，圣女，干嘛？吓我一跳。他好像真的很喜欢你，你喜欢他吗？我当然。他好像真的很喜欢你，你喜欢他吗？我当然不喜欢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圣女，今日您装的是个小的，可来日王爷知道你装了个大的，可得气死了。是，
江瑟瑟，你别忘了自己是谁。等到真相大白的那天，他不会像今天这样原谅你的。对了，圣女，我听说王爷虽然赢了演武，可他手中的失误太多了，御林军的统领一职就给了世子呢。君倾城，君临风还真是疼的。星辰哥哥，你来了，我就知道你惦记我。怎么样？拿到兵符了吗？没有。没有，你都跟他睡到一张床上，你拿不到兵符？他给我点穴了，你别说近身了，我连个被子脚着我都没碰到。那你倒是想想办法。我都感染风寒了，你从进来不慰问一句，就知道亲那个宫玉皇。晚秋，你还不知道我吗？我是关心他嘛，我关心的是兵符。你关心兵符，你不关心我生没生病？生病？哪里生病？什么时候？找你的宫玉皇去吧，让我逼死在这个宫里好了。我怎么能不顾你死活呢？都病了是吧？我看出来了，脸色不好。来，快拿杯热水过来。早就跟你说过，多喝热水对身体好。你看不听我的，着凉了吧？来，喝热水。啊，你怎么不喝呀？是带凉了吗？滚啊！拿着你的热水去找宫玉红要兵符去吧。脾气见长。从明天起，我在宫中当值，有什么消息及时传递给我。是。圣女，圣女，你真要逃跑回王府呀？这要被发现了怎么办呀？放心吧，以我的身手不会被发现的。行啊，那我在宫里给你打掩护，你早点回来呀。我得去告诉世子了。情况不错，你在运宫梳理一番经脉，今天的治疗就结束了。我估计啊，再有个3、5次，你的寒毒就能彻底结束。好，这些日子多亏了你。没关系，走啦。你干嘛？小没良心的，你就这么走了？都几日没见了？王爷是想我了，舍不得我走。本王日日夜夜都在想你，倒是你走得这么潇洒，是把本王抛在脑后了？王爷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好大的醋味？堂堂镇南王居然像一个久居深闺的岳父。哼，你胆儿肥了，敢调戏本王？王爷，时辰到了，再不走，圣女该被太后发现了。好啦，我真得走了，那你好好加油，争取早日娶到我。少女怎么闷闷不乐？难道昨晚偷偷跑出王府，见到父王不高兴吗？我可是一直在慈宁宫乖乖学规矩呢，什么偷跑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还装？我都听见了。我父王身体一向康健，无忧无病。你到底在给他治疗什么？什么治疗？我没有啊，王爷身体好好的，哪有什么需要治疗的地方？是吗？侍女若这么不老实，那我身为御林军统领，是不是该跟你好好算算偷偷跑出宫的账了？其实王爷他父王怎么了？难道他在边境受了伤，身体不适？唉，父王为国实在是辛苦了，早该将青兰郡交给我。那倒没有，他身体好好的，就是不举而已。你说什么？不举啊？你不懂不举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男人啊，在那方面。好了，我懂，别说了。
怪不得他从来不近女色，10几岁就立我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孤儿做世子。原来他不会有自己的儿子。父王竟然有如此难言之隐，真的是令人心痛啊。那治好了吧？挺顺利的，生他10个8个呀，没什么大问题。是吗？那就好。怎么，你担心他好了，和我生个小的，抢你镇南王的位子？怎么会？我当然是盼着父王好了。别装了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就再跟你多说一些。其实你父王啊，早就想废了你的世子之位了，就等我生个儿子。不过，不想给他生儿子，我想生你。圣女既然爱慕于我，为何当初答应父皇的婚约，如今名分已定，却又提出如此非分的要求？我是喜欢你啊，可这个在权势地位面前也算什么东西？你嘘，世子别恼啊！你说这世上还有比权势更醉人的春药吗？世子也是这么想的吧？你这女人漂亮、聪明、大胆，充满野心，毫不廉耻，我还真是喜欢极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当你答应了，明晚过来找我。圣女，清晨前来赴约。圣女，他莫不是临阵反悔，装不在吧？这可由不得你。哟，君清晨还真是信任你，这种事情我安排你。是你误会了，我们只是路过。这种说出来我们都不信的话，就不用再说。我问你，你喜欢他吗？我没有。圣女折杀奴婢了，奴婢怎敢有这种非分之想？你没有。这话说出来你信吗？就算你信，你家主信。这些都是林晚秋打。你知道他为什么平时总是打骂你吗？奴婢做错事，郡主罚我也是应该的。世子曾经亲口跟我说，你是他的贴身丫鬟，他曾想成亲后抬你做妾，可惜林晚秋不愿意。真的吗？世子，他想过要纳我为妾，他从未对我说过这些。这种事情我也没必要骗你，你仔细想想，平时世子是不是待你有些不同啊？否则林晚秋干嘛总是苛刻你？世子确实，所以世子非他，你就甘心被他挡了青云路，还要一辈子伏低做小伺候的？现在有一个绝佳的好机会报复他，你想不想？这人呐，总得为自己考虑考虑。更何况，林晚秋可不是个好主。你是要选择跟着他吃苦受罪还挨打，还是想尽一辈子荣华富贵？这很好选的，不是吗？圣女与我非亲非故，为何突然同我说这些？你想利用我加害世子？我对他可不感兴趣，我就是单纯看林晚秋不爽，只要能让他不高兴，我就高兴。机会啊，可就只有这一次，错过了，你就这辈子都只是一个卑贱的奴婢，任由林晚秋打骂耻辱，你甘心吗？
怎么是你啊？圣女呢？昨晚圣女被李嬷嬷带走，彻夜训练，根本没回。世子您进来半天也没有动静，奴婢担心你，所以进来看看。谁知道一进门您就……圣女回来怎么不通知我？是奴婢不好，奴婢坏了您的事，奴婢万死难辞。好了，小怀，别哭了。你先在宫里策应着，等事情办完，跟晚秋回府，我自然会给你名分的。多谢世子。圣女进宫已有月矣，仪态规矩，各色才艺，都学了这么些日子，效果如何？圣女天赋异禀，聪明过人，奴婢以为一试合格了。这老东西老眼昏花了吧？都这么使眼色了，还看不见？李嬷嬷一向严格，这才多久就合格了？圣女倒是学得很用心。太后和王爷殷殷期盼，小女不敢辜负。再说，小女也想早日嫁给王爷呢。那想嫁给我儿子，也还差得远呢。太后说的对，这镇南王府的门楣这么高，只是合格怎么够？总要比我这个被扫地出门的下堂妇强才算有资格吧？说什么呢？我们晚秋可不是什么下堂妇。那就明日你准备准备，和晚秋比一比。若是比不过，婚期延后继续学。臣女年轻倒是无所谓，只是镇南王年纪大了，恐怕着急。母后，那若是圣女赢了呢？那你们爱什么时候成亲就什么时候成亲，哀家不管了。哎呀，你别气了，母后年纪大了，自然是糊涂。自打我进这京城，你们家的人就没给过我好脸色，气得我心口都疼。不疼不疼，本王为你运功化瘀。流氓！哼！哎，圣女，红儿，本王不是有意占你便宜的。你要本王怎么做，你才肯原谅本王？那你给我洗个澡吧。洗澡？既是圣女所愿，本王自当是满足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让你洗澡，你干嘛？圣女别急，此事得慢慢来。我说的不是这个澡。哟，圣女打扮成这样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散步。穿成这样，圣女真是好兴致啊！这是我们南疆习俗。那不如同咱家一同去散，散完了咱家再送您回来。请吧。陛下，圣女来了。南疆圣女龚一红参见陛下。是陛下要见我？江大小姐，在朕面前隐瞒身份，可是欺君之罪啊！陛下所言，红儿有些听。你父母蒙冤而死，你便从此亡命天涯，谨慎一些也是应该的。但朕其实是站在你们江家这一边的。江瑟瑟，朕知道江家无罪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不替江家平反？江家事发，镇南王府率先发兵，先斩后奏。事情递到镇案件时，已尘埃落定了。镇南王府，镇南王常年在境外驻守，这难道不是君清晨夫妇自己所为？要是没有朕那个一手掌握南境军大权的好弟弟君清晨等人，
怎能做出如此大事？更何况现在你们江家的兵符也下落不明，兴许也在镇南王府。你只有给你兄父习武，礼仪才艺定不如晚秋。不过不用担心，朕会替你安排，助你嫁入镇南王府。这是什么？成婚之后，把这药给他吃了，趁机夺走兵权，你们江家即可沉冤昭雪。王爷，圣女那边传来消息，太后管得太严，无法偷溜出宫，这段时间都过不来了。他又不过来，他都半个月没见我了，就一点都不想我。该死的臭女人，得到了我就不珍惜，还把我晾在一边。王爷英明神武，圣女怎么可能不动心？想必是认真学习，好早日和王爷成亲嘛。哎，王爷，您去哪？为了早日娶得媳妇儿，努力奋斗。开始吧。第一轮仪态展示，行、走、坐、礼。确实有天分，不过还没法和晚秋10几年的功夫比。10几年的功夫也就这样，儿臣以为还是圣女更为出色一些。这一轮圣女胜出，晚秋郡主准备开始下一局吧。琴艺展示，你们2位谁先？还是圣女先吧，臣女也想领教下圣女的琴。好啊。曲子虽然简单，却古朴大气，有恢宏之感，不错。太简单了，3岁小儿都会弹。不过是入门的水平，这局我赢定了。这才是好琴、好曲、好技艺。结果已经很明显了，母后，这场比试的结果，您看？太后，晚秋状态不好，你也看到了。择日大婚吧。谢母后。龚一红，你别以为有王爷撑腰就了不起了，太后疼惜我，她不会这么放过你。王爷是我未来夫君，他站我这边，我当然了不起。倒是你夫君都不要你了，就算有太后撑腰，你夫君都不要你了，就算有太后撑腰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倾城哥哥不会不要我，他只是一时迷了心智，他迟早会醒悟的。被我迷了心智，你还真是傻得可怜呐！你什么意思？跟我较劲儿有什么用啊？你还是快回去看看你的好婢和你的倾城哥哥。可惜，我又何尝不是一个可怜的傻瓜呢？圣女对我理都不理，林晚秋见了我也只是抱怨，还是你最好，跟你在一起最舒服。能别做小根的柿子，知道柿子一路走来都会容易。你对我这般情深意重，可恨当初听了林晚秋的，没有把你纳妾。
世子妃也不过是太爱世子了。他把你打得遍体鳞伤，你还替他说话？世子妃是主，奴婢是仆，这都是奴婢该受的。他都不是世子妃了，还敢欺负我的人，就该给他点教训。大胆，竟敢勾引世子！晚秋，你在我的床上睡我的丫鬟，还问我怎么回来了？是奴婢鬼迷心窍勾引了世子，奴婢该死！你丫鬟要把东西。小花别怕，有我在，他不敢把你怎么样。小花，你孩子，世子，我们的孩子，你怀孕了？既然是怀了贱种也生不了，去死吧！够了，李晚秋，你要是伤了我的孩子，以后你也别想住在正大王府。小花，走。七琛哥哥，你怎么能为了这个贱婢就不要我呢？你们成亲3年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你心里清楚，小环无足轻重，她是为了孩子。孩子都是为了孩子，他怎么能为了孩子不要我？除了我，别的女人都不能有他的孩子。你这脉象一辈子都生不了孩子，你是要他断子绝孙啊？啊，我南疆倒是有这种，你可以。对，你是圣女，我听闻南疆有一种蛊，可以令不孕的妇人怀孕。你是南疆圣女，你一定会的，对不对？不会啊，可我看他不爽。你要是要那断子绝孙蛊呢，我可以免费给你。可你要给他生儿子的蛊，我凭什么帮你？你想要什么，只要我有的，都给你。那我就要这个荷包。回去吧，很快你就会怀上的。你不会骗我的，对吗？我既然收了你的荷包，自然会言而有信。3天之内，只要你和君京城睡了，就能怀上。机会你自己找吧。圣女，今天是你和王爷大婚的日子，这戏服可真衬你呀。总算是达成所愿了，走吧。恭喜父王，贺喜父王，祝父王母妃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承你们吉言，都起来吧。谢父王。晚秋，给母妃请安。晚秋郡主，你这是？晚秋已有月余身孕，当初世子并不知情，这才一时糊涂。如今我们已然和好，如此就好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一家人和和美美，好好过日子。是。经历了这么多波折，总算是娶到你了。我给王爷添了许多麻烦，王爷不怪我吗？能娶到你，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甘之如饴。
按照你们大郑的规矩，喝了交杯酒，你才算真的娶到我。西戎现在蠢蠢欲动，今天过后，我就要回南境领兵，兑现帮助南疆对抗西戎的诺言。南疆百姓苦盼救兵已久，多谢王爷了。从前啊，皇兄总是劝我说成了家的人不一样，现在看来还真是这样。这是我第一次出征之前会对这个家有所不舍。那要不王爷别去了，兵符给我，让我去。王爷呢，就在王府待着。你个促狭鬼！兵符就在这里面，王妃想要的话，自己过来拿呀。刚刚那酒里，多谢镇南王。南境军，我笑纳。陛下成了！我二弟如此精明，就这么容易让圣女得手了？那镇南王哪有您英女神武啊？您是烈士一出美计，他呀就上钩了。如今这圣女正背后着，快去！是。臣女幸不辱命。镇南王怎么样了？中了陛下给的药，吐血昏迷，生死只在一线之间。终于南境军尽在朕的掌握之中了。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请陛下速速查明真相，还我江家军一个公道。陛下，江瑟，是你。从始至终，我可都是皇上的人。爱卿，速拿此兵符前往南境，接管南境。臣因你们竟然！秦晨，你害我妈妈，你不得好死！不得好死。江家军所剩半块兵符也已到手，一手掌握郑大2支精力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死。如今你就别摆了。再见，杨瑟。太后，我一直以为您讨厌我。我当然讨厌你了，但是现在要救林芳，就只有你了。昊天他这么做简直是疯了，谋害亲弟和弟媳。你快走吧，想办法带着林峰一起走。一定要救林芳。安秋，世子，再问你一遍，让你保管的半块兵符为什么是假的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南境军交好，就算有半块兵符，也未必全听我指挥。现在连江家给你告诉我，还怎么打西戎？直接撤兵算了。西戎大军将至，此时撤军，无异于将南疆和边境的百姓生死置之不顾。那帮贱民关我屁事！我命令你，
撤军。恕难从命。你，这是陛下的命令，难道你敢抗旨吗？报！北境张家军悲袭千里前来，一举击溃西戎大军，史战大捷。江将军，他又怎么进到？首领是谁？是我。是你？你怎么回来？多亏了你的好夫人和我做交易，把她那半块兵符给了我。现在你手上2块都是假的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对了，他肚子里的孩子也是假的，那是我用蛊虫生造出来的怀孕假象。不信，你现在剖开他的肚子，里面根本就没有孩子。你骗我！非你是故意来气我的，还明目张胆站在我面前！来人，济南军何在？别浪费。有我在，你就算拿了兵符，也号令不了南京。红颜王爷归来，南京军为王爷马首是瞻。你不是被教头下了毒，别下他心。你以为你和君傲天那拙劣的谎言能骗得了我？当晚我就和王爷谈，之后的事情不过是我们将计就计的计划。你个皇兄，太令我失望。瑟瑟，我都是受这个女人蛊惑才做出这些事情的，这都不是我的本意，我只爱你。瑟瑟，原谅我，原谅我好不好？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？都是真的，我们在混在一起很好，好不好？那你就去地下问问我江家几是个冤枉。父亲，兄长，君清晨和李永秋已死，我和林凤率兵踏平西戎，又打回京城。君傲天大势已去，自焚而死，你们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。二位请放心，我会照顾好瑟瑟，待我和瑟瑟百年归老，再与二位在泉下把酒言欢。我和你敲定3生的愿，相思苦守了容。